这女孩要回来的消息时，贾千金就在饭里加了10倍魔鬼吧，只为让她当众出糗。很快，女孩就控制不住的狂吐鲜血。顾延彻目睹全程，脸上满是震惊，脑海里竟想起顾婉宁的心声：吐血了，好疼，好疼啊！但她终于要死了，那心声竟带着笑意。哈哈！顾延彻死死盯着顾婉宁嘴角的血，满脸不可置信。他身后的顾泽野也吓傻了，僵在原地。顾延彻瞬间回神，一把将顾婉宁打横抱起，冲着顾泽野怒吼：还愣着干嘛？送医院啊！顾泽野如遭雷击般惊醒，立刻疯了似的冲向车库开车。车上，顾泽野强行撑开顾婉宁的眼皮检查瞳孔，下一秒，他声音嘶哑的大喊：大哥，瞳孔在扩散，快点！顾延彻毫不犹豫，立刻拨通了顾晨的电话：老二，妹妹出事了。青青怎么了？顾晨的声音满是紧张。听到顾青青的名字，顾延彻瞬间沉默了。电话那头的顾晨顿时松了口气，语气轻蔑：顾婉宁又在玩什么把戏？车子刚停稳，顾泽野就抱着他冲进急诊室。本以为他在演戏的顾晨，看到他惨白的脸和满身血迹后，脸色骤变。大哥，他怎么了？顾延彻声音发颤：几分钟前他一直在吐，吐着吐着就吐醒了，然后人就休克了。话音刚落，人就被推进抢救室，各种管子迅速插满他全身，冰冷的仪器声滴滴作响。可顾婉宁竟猛地又喷出一大口鲜血。顾晨当机立断下令压迫止血，可下一秒，护士就拿着病危通知冲了出来，风险极高，存活率不到10%，家属快签字。顾泽也颤抖着手签下名字，没有丝毫犹豫，快，立刻给他输血。鲜红的血液缓缓输入体内，血总算止住了。顾婉宁感觉自己轻飘飘的，身体却极度难受，耳边只有仪器催命般的滴滴声，脑海里系统808级的团团转。宿主你撑住，千万别睡。可惜他连回应的力气都没了。原来人临死前最后消失的感官真的是听觉。直到所有声音归于沉寂，顾婉宁彻底坠入黑暗。不知过了多久，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顾晨摘下手套，重重松了口气，可看到床上插满管子的他，心还是狠狠一颤。顾延彻急忙跑上前，开口就问：哥，顾婉宁没事吧？顾晨疲惫地揉着眉心。顾婉宁暂时脱险，转去重症监护室观察吧。随即他脸色一沉，眼神变得无比锐利。顾婉宁到底怎么搞成这样的？顾泽也瘫坐在椅子上，长叹一口气，声音沙哑：我们都忘了，宁宁不吃油腻，他看到那桌菜就跑去吐了。顾泽也拿出手机拉了个群，仿佛下定了决心：大哥，老二，我和老三都能听见顾婉宁的心声，今天不是愚人节。顾晨满脸不信，顾延彻却说没开玩笑，等他醒了你试试。顾晨挑了挑眉，只当他俩吓出了幻觉。可就在这时，顾泽也又发来一条消息，让群里瞬间死寂：大哥，老二，顾婉宁好像一直在寻死，谁不会口嗨？拿出证据来。顾延彻首先反驳，顾晨只回了一个字：片刻沉默后，顾泽也终于说出藏着的秘密：今天我本想吓唬他，假装要把他赶出家门，然后我就头也不回的走了。可我跟上去一看，他竟直挺挺冲进了车流。要不是我反应快，群里顿时一片死寂。割腕吞药我们只当是威胁，可冲进车流只有一个解释，他是真的想死。顾泽也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一个人到底要受多大委屈才会这么决绝的去死？他们是不是该去查一查那个他们无条件信任的顾青青？与此同时，顾青青正砸着东西泄愤，系统提示音却冰冷响起：3位哥哥好感度同步减5。他手一抖，杯子应声碎裂。怎么可能？一群废物！等顾婉宁在睁眼已是2天后，他从 ICU 转入普通病房，手背上还扎着针，居然没死成，真是太可惜了。病房里空荡荡的，顾婉宁静静望着窗外，脑海里系统808激动的快哭了。为了救他，他耗尽大半能量。我真是个天才系统，宿主大大，你终于醒了。脑中鬼哭狼嚎的电子音吵得他头疼，真想再死一次。醒了。这楼少说也有6、7层，跳下去应该能死透了吧？门口的男人却猛地一震，锐利的目光扫向他。顾婉宁明明一言未发，他这是什么反应？先把针拔了，方便跳楼。顾婉宁心里刚冒出这个念头，一只大手就死死按住他。你想干什么？男人厉声质问。他抬眼看着他，有点眼熟又想不起来。他愣住了，会出血还能失忆，想起来了，是他二哥顾晨。顾晨松了口气，语气难得温和：身体怎么样？还好吗？可他话音刚落就僵住了。不对，顾婉宁根本没张嘴，那声音哪来的？他瞬间明白了大哥和老三的话，这不是幻觉，是顾婉宁的心声。他真的在想方设法的寻死。就在这时，顾婉宁清冷的声音响起：我没事，你可以出去了，你堵在这妨碍我了。男人额角青筋暴起：妨碍你什么？跳楼吗？他声音温柔却强势：我是你的主治医生，你赶不走。随即勾起一抹玩味的笑。顾婉宁浑身恶寒，这人有病吧？吊瓶快空了。两人一言不发，他心里盘算着，在医院自杀不明智，肯定被秒救。顾婉宁不怕死，但怕疼啊。顾晨听着他的心声，想起他吐血时惨白的脸。突然，顾婉宁想起一件事：你有个助理叫安旭旭吧？男人愣了愣，点了头。他心里开始复盘，安旭旭喜欢男人，暗恋他二哥，爱而不得就偷文件栽赃，要不要提醒他？顾婉宁正想着，顾晨的脸色却越听越沉。自己的助理对自己有龌龊心思，得不到就毁掉，简直恶心至极。而现在正是安旭旭偷资料的时候。按原剧情，他现在该陪着顾青青，却守在这儿。顾婉宁被盯得烦躁：你没工作吗？我手机调你办公室了，帮我拿一下。一个快死的人还惦记手机，真可笑。顾晨听到他的心声，却顾不上他，猛地起身冲向办公室。他必须去确认，一个男人竟对自己有那种想法。他只觉得一阵反胃。下一秒，他推开办公室的门，只见安旭旭正一脸慌张，看到他失手一抖，一份文件啪的掉在地上，那可是国家级的医疗机密，这要是泄露，后果不堪设想。你在干什么？顾晨的声音冰冷刺骨。安旭旭脸色惨白，那个让他痴迷的男人，此刻看他的眼神像在看死人。
我没。顾晨却勾起一抹残忍的笑，一步步逼近，猛地揪住他的衣领，怒火中烧。这已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威胁国家安全。就在他拳头紧握的瞬间，一个更狠的计划闪过脑海，他要让安旭旭生不如死。1个小时后，顾婉宁听到了消息，安旭旭被辞退了，紧接着就彻底失踪，下落不明。顾婉宁知道肯定是顾晨干的，但这不关顾婉宁的事。叮咚，宿主大大。顾晨好感度加10，顾婉宁只是挑了挑眉，继续自己的寻死大计。可谁知事情解决后，顾晨来看他的次数竟变多了，几乎一有空就来，把他看得越来越严，让他根本找不到寻死的机会，真是绝望。这时，顾晨递来一颗荔枝，吃吗？顾婉宁沉默了，他确实爱吃荔枝，但这动作太反常了。顾婉宁记得原主的母亲是小三，原主更是母亲和野男人生的种，这才是顾家讨厌他的真正原因，也是他们冷漠的根源。他们接他回来，不过是因他带点血缘，总比那个假千金名正言顺，因此对外只说她是亲女儿，连几个哥哥都被蒙在鼓里。谁知顾晨听到他的心声，手猛地一抖，那颗荔枝险些落地，他整个人僵住，死死地盯着他。顾婉宁心里还在嘀咕，自己和这几个哥哥压根没血缘关系，搞这么亲密也太别扭了。然而顾晨的脑子快要炸了，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跟父亲长得一点不像。这张脸太过明艳，就算死气沉沉，也只是平添高冷，简直美得惨绝人寰。他的亲生父亲一定相貌极好。怎么了？顾婉宁的声音让他瞬间回神，顾晨才想起自己正失礼地盯着他看，他立刻轻咳一声，我有点事，先出去。说完，他转身冲出病房，下一秒在兄弟群里扔下重磅炸弹。顾晨，婉宁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从他的心声里听到的。正在洗漱的顾延彻看到消息直接傻眼，顾延彻开什么玩笑？倒是顾泽也冷静许多，早有猜测，毕竟他和爸长得一点不像。顾晨再次确认，顾晨他是母亲和别的男人生的，但父亲对外宣称是亲女。就在这时，顾延彻突然抓住了重点。顾延彻在他天天想着怎么死的心声里，你能捕捉到这个关键词可真牛。老二，你最近是不是在他那待了很久？顾晨愣住了，没想到这傻弟弟竟如此敏锐，他只回了2个字，顾晨有空。说完，他立刻关掉手机，因为新的病人已经来了。与此同时，顾婉宁终于软磨硬泡，换来了一次出门放风的机会。虽然明天就出院，但他总感觉不出来会错过什么大瓜。顾婉宁走在路上，今天人很少，可路过花坛时，突然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像是什么人重重摔了下来。在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里，有人。他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反正巴布的好奇心害死猫，那可真是谢天谢地了。顾婉宁缓缓走进那个隐秘角落，竟发现一个秘密基地，一个少年正瘫坐在地，旁边是断掉的绳子和树枝，他跪在地上猛烈咳嗽。他走近一看，好家伙，这少年脸白如纸，毫无血色，但那双棕褐色眼睛却格外惹眼，眼角下垂泛着红晕，眼中更是布满血丝，脖子上还有一道触目惊心的勒痕。他穿着病号服，受得一阵风就能吹倒，浑身都是死气。顾婉宁上下打量着他，哟，上吊呢？上前就看见少年警惕中又带着些许惊异的眼神。穆辉夜听着少女的声音，却发现少女并没有张嘴，他有些疑惑，更多的是感到了无尽的荒谬。顾婉宁上前看着少年，张了张口，好像想说什么。穆辉夜以为面前的少女又要说出以前他听说过很多次的心灵鸡汤，就听见少女声音缓慢地告诉他，你这个地方选的不对，它太细了，也太柔弱了，当然承受不住你的重量，你可以挑选这个树枝来试一试上吊。说着，顾婉宁还指了指那个地方。少年可谓是实打实的愣住了，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教他如何自杀，并且这次这个人好像还有什么神秘之处。顾婉宁可没有想那么多，他认为拦住一个想死的人是很残酷的，假如那个人真的想死，必会按照他的计划来做。他的思路很简单，这个人执意想死的话，我不会拦住，但是假如他有求生欲望的话，我就可以劝一下，只需要用一些我看得出来的行动告诉我还想活。穆辉夜沉默了一下，抿了抿唇，他是真的想死吗？他不知道，他只觉得活着好像并没有什么希望了，死了更好。但是面前这个少女，他脑子运转得很快，也看过不少小说，他只得出一个结论，他能听见面前这个女孩的心声。少年抬起头就对上少女含着水光的眸子，她长得过于明艳娇俏，却拥有着一股死气沉沉的感觉，添加了几分高冷，好像对于什么都并不在意的模样，大难临头都能平静的那种。他并不能确定是不是自己压力过大，精神出现问题，出现了幻觉幻听，但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多了一抹色彩。看着面前穆辉夜一直直愣愣的看着自己，顾婉宁有些不适，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这个是穆家小少爷穆辉夜吧？书中他是自杀2次没成功后被女主救下，后面对女主一见钟情，不过身世也怪凄惨的，听说是母亲身亡，父亲失踪，周围的亲戚都想来尝这一口蛋糕。他年纪又很小，实在掌握不住重权，却又不想让自己父亲母亲的心血落在那些人手里，压力过大，最后想着死了就可以一笔勾销了。穆辉夜听着心中掀起了波涛骇浪，不过我记得他的父亲还活着，母亲也是假死，是因为一些原因，但是我忘记仔细看了。不过后面听说这个小少爷为了计谋掌握了穆家，穆辉夜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真的。终于他用那嘶哑的声音开口，姐姐。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少女，假如是真的呢？假如一切都是真的，他不能放弃任何一点可以见到父亲母亲的可能性。我想活。说出这3个字让他感到一阵如释重负，眼睛渴望地盯着少女，他的拳头紧紧地攥起来。顾婉宁貌似有些惊讶于他能说出这种话。顾婉宁只觉得自己一时不知道该说出什么话来，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活下去了，我不知道自己该信仰什么。穆辉夜很有眼力劲儿地接了下去，无助地拽了拽顾婉宁的衣角，可怜巴巴的
借宿算了，我还是劝一劝吧。虽然这么说，但是我的思路永远都是大不了就死。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人啊，想死了我。少女正想开口，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第9章妹子又来搞事了，你们在干嘛？”声音娇娇滴滴的，又带着些震惊。不用想都知道是自己好妹妹顾年年又跑过来整事了。哟，顾年年来了，那系统告诉她的定位还挺准确的。穆辉夜对于豪门的争斗自然是清清楚楚的，他们穆家也有不少姊妹争斗。看着面前柔柔弱弱的少女，一看就属于白莲花那一挂的，顾年年有些咬牙切齿了，手中的糖果紧紧的攥着，眼中闪过嫉恨之色。系统顾婉宁怎么也在这里？宿主估计是他的系统告诉他的吧？他又正好离医院近，可恶，说不定他早知道了。未出血就是为了接近穆辉夜。如果顾婉宁知道这件事的话，绝对会吼冤枉。他可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让自己那么受苦。顾年年这表情又在憋什么坏水呢？服了！每次一看见顾家人，我那是意外的想死啊！我真的不爱和人勾心斗角。草泥马，我没干嘛。顾年年，你来干嘛？顾年年立刻发现了自己表情管理不对劲，又恢复了那一副病弱美人的感觉。我本来是想来看姐姐的，但是没在病房发现姐姐就在这里，想找一找，没想到姐姐在这里了，还光天化日之下和一个男人。顾婉宁只觉得有些好笑，忽的她又反应过来他们两个人的动作，一个身形薄弱、外表看起来脆弱的让人忍不住想要保护的少女，正以一种惹人怜爱的姿势，双膝微微弯曲的跪在地上，她那纤细修长的手指紧紧揪住了眼前这位少女的衣角，似乎生怕一松手对方就会消失不见似的。少年的眼睛里仿佛还噙满了泪珠的样子，宛如一只受惊的小鹿般楚楚可怜，无辜至极。而此时此刻，那位面容姣好、明艳动人且气质高贵的少女，则静静地伫立在少年身前。顾婉宁有些懒得理顾年年漏洞百出的话语，弯腰扶起少年。穆辉夜有些可怜兮兮地看着面前的少女：“姐姐，我叫穆辉夜，你叫什么名字？”顾婉宁。顾婉宁并没有像一些人一样要留别人的名字，他觉得人家问就问呗，反正也不是什么坏事，留个名字又不是要命。况且就算是寻仇杀害，他也乐意奉陪。这人为什么总是眨巴着眼睛，给人一种好无辜的样子？怎么感觉有些眼熟？莫名有一种跟顾年年很像的气质。穆辉夜笑了笑，没想到这个人还挺敏锐的。顾年年被忽视在一旁，感觉自己心口都要气炸了。顾婉宁，我在和你说话呢。少女貌似现在才发觉顾年年在和自己说话，真不想说话了。403，要不你替我回怼吧，感觉好费脑子啊，为不值得的人费脑子，真的很烦啊。穆辉夜上前拉了拉顾婉宁的手，姐姐，这个丑八怪怎么那么烦啊？看上去顾婉宁很讨厌这个茶里茶气的人，那他一起跟着讨厌就行了。顾婉宁懒得回怼，那他就帮忙一下，毕竟少女知道不少她所需要的事情。顾婉宁就算有些疑惑，但是还是很顺溜的接着话说，是我们不理他。顾年年听这两人的对话，感觉自己都要气死了。明明顾婉宁才该是被穆辉夜讨厌的人，而不是自己。自己可是女主角啊，自己可是有系统的人，怎么能够落到这种下场呢？他很牵强的扯出了一抹笑容，看着穆辉夜，小弟弟，你也是我姐姐的男朋友吗？啊，抱歉，我说的是朋友。姐姐，抱歉呀，我不是故意说漏嘴的。说着说着，他的眼眶好像就红了，想抹黑我水性杨花，跟很多男人亲密过。顾年年说的这话也太那什么了吧？服了，真的好烦。抱歉啊，顾年年，我是人，听不懂狗叫。顾年年立马就反应过来，他是骂自己是狗。他有些恶狠狠地咬了咬嘴唇，终于发现抹黑他外界的评价根本让顾婉宁生不了气，或者说少女根本就不在乎外界的评价。顾婉宁怎么绑定了一个系统就大变样了？他绑定的到底是什么系统？顾婉宁可不会管面前少女心中的小九九。穆辉夜很适时地接着少女的话，姐姐，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没想到小绿茶还挺上道。少年听着少女对他的这个称呼有些微愣。顾婉宁好整以暇地看着气疯了却没有办法的顾年年，系统帮我将绿茶可怜属性调到最大，对着穆辉夜，叮咚，绿茶可怜属性开启到最大成功。就见顾年年有些委屈地看着少年，眉眼含泪，眼波流转，他咬了咬唇瓣，看上去好不可怜哟。这个妹子是开启了什么绿茶感化系统吧？403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阴暗的角落里面蹦跶了出来。宿主大大，我检测到了，就是顾年年那个什么绿茶可怜系统搞的鬼，为什么都要这么对我啊？顾年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落，吸了吸鼻子，垂下了眉眼。穆辉夜突然愣住了，心中莫名的有一股心疼的感觉涌了上来。宿主，穆辉夜好像要被影响了，你确定不出手吗？顾婉宁笑了，两个绿茶，你说能看不出对方的技能吗？况且真的很累，很麻烦403有点无语，就知道自己的宿主是嫌麻烦。穆辉夜突然反应过来，有些后怕，是他也是绿茶，自然能看得出绿茶的小伎俩，但是刚刚他就像是被鬼迷了心窍一样，要不是少女的心声，他可能还真被牵着鼻子走一段时间反应不过来。那个什么绿茶系统看上去的确很有能力。穆辉夜此时此刻是真的不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探究欲了，心底有一股兴奋感。顾婉宁好像也有系统，不过看上去并没有什么能力。顾年年的系统则是什么？用绿茶的把戏让别人心疼，当数值开到最大的时候，再理智的人也会被牵着鼻子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地方。他咬了咬唇瓣，笑得灿烂的看着顾年年。少女看着少年灿烂的笑颜，不由得红了脸，有些隐隐的自得。果然，顾婉宁这系统再高级又有什么用？只不过空有虚名，却没有什么实际能力，不像自己随随便便就可以勾走别人的心神。正洋洋得意，就听见穆辉夜声音冷淡的吐出一个个字：哭什么？我打你了吗？还有，姐姐，你眼皮是抽筋了吗？顾婉宁不由得想笑，这样看着不喜欢的人不爽，自己还不用费什么脑子和力气的感觉也太爽了。系统，我真的不想动了，你看人家这不是能自己解决吗？我说话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系统403有些沉默，他看着自己宿主开出来的金手指大礼包，就知道肯定是那个逼毒了自己宿主的心，但是他没法告诉他，只能无奈的摇了摇头。是。
穆辉夜听着少女对自己的夸奖，像一只受到了夸奖的小狗一样，心中有些开心。其实顾婉宁心中是有一些怪异，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对这些了解并不多，每次想出这些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头很痛很痛，不想折磨自己，也没想着在这里待多久，所以之后也就没想过这些事情了。顾年年的脸色却不像他们这么好看，系统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是对面系统出了什么能力吧？顾年年暗骂一句废物，现在他的处境可谓是十分的尴尬。他听见了脚步声，系统也提醒了他什么，于是顾年年哭得更加厉害了。顾婉宁只是掀了眼皮，大概知道了什么。第10章死绿箭真能装，嚯，这小妞是见到顾温和顾于安来了吧？顾婉宁身后的穆辉夜握紧了少女的衣角，眼神有些沉沉的看着赶过来的两人。他出身豪门，自然对这个顾家的真假千金的事情有所耳闻，不过好像和他所听见的不一样，顾家并没有隐瞒自己将真千金找回来的事实，大大方方的公开了。据传闻所说，那位被寻回的真千金不仅心如蛇蝎，水性杨花，甚至还妄图抢夺属于假千金的未婚夫。虽说他的确生得一副好皮囊，但其心肠之恶毒，他屡次设计陷害那位善良无辜的假千金，除了学习好，其他毫无出彩之处。反观那位假千金，却是柔弱可怜至极，貌若天仙且心地善良，又兼之才学出众，性情温婉柔顺，活脱脱就是一位标准的大家闺秀。即便是面对真千金的屡屡挑衅与算计，他也总是宽宏大量的选择原谅。可现在一见反而完全相反，的确，在豪门里面造谣陷害的事情的是挺多的。顾于安和顾温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顾年年，心疼的不行，上前立刻扶住少女。顾年年哽咽着软软的倒在两人怀中，呜呜，哥哥为什么姐姐要骂我？姐姐为什么要这样？呜呜。听着少女带着哭腔的声音，这个平时被他们宠爱的女孩现在却委屈的不行，真能装。顾于安听见少女的心声，更加恼，将顾年年护在怀中。顾婉宁，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针对年年？一旁的顾温并没有说话，只是默不作声，静静地看着顾婉宁。哎呀，好能装，难道是上次的教训没有给够吗？怎么天天都在搞雌竞？真想死！愿世间再无雌竞。阿门。你看见了吗？少女很简单的问了一句。穆辉夜听着少女的心声有些好笑，却又为顾婉宁感到无尽的悲哀。顾于安愣了愣，有一些噎住了。的确，他并没有看见少女欺负顾年年，过来的时候只听见了顾年年的哭声，加上少女的心声和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他终于对于顾年年产生了怀疑。顾年年心中暗道不妙，可惜他的绿茶系统现在暂时没法用，开到最大限度需要冷却1-2天，并且1个星期只能用1次。神经病！身在豪门世家看不懂顾年年那点小把戏，我没猜错的话，他的技能是需要冷却的吧？系统403沉默了一会回答：是的，宿主。顾婉宁觉得更加好笑了，也为原主感到可悲。真是叠了一层好厚的滤镜，怎么看都是我的错，是吧？顾于安和顾温都顿了顿，才发现他们好像一直都在有意无意的偏心顾年年，无论顾年年说什么好像都是对的，可是顾婉宁才是他们的亲生妹妹，却没有顾年年一半的待遇，他们不由得沉默。顾年年有些疑惑的抿了抿唇，不知道该不该哭下去了。穆辉夜不由得将少女的衣角攥得更紧了，原来他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吗？姐姐，你的哥哥们好凶啊，要不回我家吧，我家可大了。他思索着，就算他手里没有什么实权，却也有很多钱足够姐姐花了，他也可以陪姐姐。他认为顾婉宁知道很多，即使是假的，是他的幻听，他也觉得他的生活有鲜活。顾温一向温文尔雅的面色变得不好看起来，顾于安也是。他们发现了面前的少年，之前他们的关注点一直在顾婉宁身上，倒是没有太注意他。他们观察了一会，就知道了面前的人是谁。穆家小少爷，穆辉夜，穆小少爷，我劝你还是别管这么多，这是我们的家事，你先想想你家里的事情怎么处理吧。顾于安淡淡的说。穆辉夜心中泛起一抹狠戾。顾于安以为面前的少年会安分，就见穆辉夜突然间双眸湿润，眼眶里渐渐蓄满了泪水，眼角泛着微微红晕，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无辜小狗般，可怜兮兮的低垂着头。他开始轻声抽噎起来，那模样看上去着实令人心生怜悯。他小心翼翼地拉住顾婉宁的手腕，当少女转过头来看向他时，他立刻抬起头来，让女孩能够清晰地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姐姐，我知道我的家庭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对姐姐的心意是真的。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带着一丝委屈和不甘。说话间，穆辉夜觉得自己越来越委屈，泪水也不受控制地滚落下来，化作一滴晶莹剔透的泪珠。也许姐姐会不相信我，但我会尽我所能，把最好的都给姐姐，我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冤枉姐姐。她的语气坚定而执着，仿佛在向顾婉宁许下一个郑重的承诺。说着说着，她还身体开始摇摇欲坠。顾婉宁、顾于安、顾温、顾年年眼神有意无意地看着两兄弟，含着挑衅。虽然他是装的，但是真的好可怜，他在帮我解围，他人挺好的。听着少女的心声，两人心中的怒火愈发旺盛，简直要气炸了肺。然而在愤怒之余，他们又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丝熟悉感。被彻底无视的顾年年此刻正恶狠狠地盯着这两个人，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可是身上有着系统的女主角啊，怎么会变成这样？顾于安和顾温望向少女那略带责备的眼神，不禁一时语塞。好累，突然间感觉好累，这样的争斗真的没有任何意义。顾于安听着少女内心的声音，逐渐产生了带顾婉宁去看精神科医生的念头。穆辉夜一直觉得少女好像心理上有点问题，他观察着两人份神情，不由得心里有一种隐隐猜测。他缓慢的有意无意的看着两人，如果是真的，那么说明那并不是他的幻听了。第11章我他妈好穷。气氛僵持的时候，女孩的心声突然响起来了。穆辉夜的保镖这个时间应该要来了吧？果不其然，远处传来慌乱的脚步声，看上去是来人了。脚步声越来越近，也看清楚了来人是几个黑衣人保镖，貌似很急的样子。顾婉宁若有所思地看了看穆辉夜，少年微微垂手，目光似乎在沉思着什么。就在这时，保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边的情况，急忙说了几句话后，便领着一群人快步走来。那群人身穿黑色西装，为首的一名黑衣人径直走到穆辉夜面前，语气焦急地说道：“34少爷，您身体抱恙，不能随意乱跑啊。”34，穆辉夜抿了抿嘴唇，
眨了眨眼睛，露出一抹微笑。他的目光落在顾婉宁身上，声音轻柔地问道：“34姐姐，我要走了。不过，姐姐您愿意跟我一同离开吗？”34少年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闪烁着天真无邪的光芒，天生下垂的狗狗眼配上那张毫无攻击性的脸庞，令人难以拒绝。站在一旁的保镖不禁瞪大了双眼，心中暗自惊讶。他们家少爷一向性格温和善良，但极少对他人如此亲近，唯一能让少爷这般对待的，恐怕只有穆少爷的母亲了。顾婉宁稍稍停顿了一下，权衡利弊之后，正准备开口回答时，顾韵却3步并作2步冲上前去，一把将顾婉宁拉到了身边。穆少爷，这是我的妹妹，你这么贸然的问不太好吧？顾温依旧是温和的模样，但是眼里却含着冷意。穆辉夜毫不畏惧的对上目光，可是你要看看姐姐怎么选啊！顾婉宁的声音插了进来，不了我还是在我家待着吧。穆辉夜有些失望，却听见少女的心声，我还是不太想和这个世界产生太多纠葛。PS 女主不是每天都会自杀，一般是实在压抑想死，或者受到什么刺激，不然剧情真的走不下去了啊！听着顾婉宁心里面的小算盘，穆辉夜彻彻底底沉默了。姐姐拒绝他的原因竟然是不想和他有太多交集，他更难过了。穆辉夜还是勾起了一抹笑，对着顾婉宁道：“好的哦，姐姐。”他对黑衣人使了一个眼色，保镖秒懂，立马带着穆辉夜离开了这。顾年年尴尬的不行，紧紧的攥紧了拳。顾于安一直在注意那边的情况，几乎忘记了他们原本的目的。顾年年有些恐慌了，抿了抿唇，他害怕顾婉宁开始渐渐的代替他的位置，而旁边的顾婉宁早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神游模式。哎，讨厌医院消毒水的气味，想早点出院了。为什么感觉自己每次自杀都会被发现系统还帮忙吊命？算了，先放一放吧，太痛了，我说。好累啊！看着穆辉夜渐渐的走远，顾韵看着少女，看你看上去挺有精力，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可以收拾收拾，我带你提前出院了。顾婉宁眼睛亮了亮，点了点头，终于露出了笑容。顾温心头一软，办好出院手续，回到家的顾婉宁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一个手机了，立刻翻出手机解锁。她突然发现手机的款式很老，这不应该是一个豪门千金的手机。又翻了翻微信的支付宝里面的钱款，1689元，不确定再看看。顾婉宁继续看了一眼，感觉心凉了一半，不信邪的又打开了支付宝，倒是有一点，不过也只是一点，1980元，挺好的哈，有零有整。顾婉宁不禁感叹，真是奇了怪了，哪有像我这样寒酸的豪门千金？顾婉宁一边想着，一边竟然开始认真思考起现在拿刀将自己捅死的可能性来。要知道，她以前虽然浑浑噩噩，但躁郁症发作时唯一的乐趣就是花钱，即使不怎么花钱，只要卡里有点钱也会让她感到无比安心。毕竟她的存款绝对不会少于5万，而上一世她当了一辈子的穷鬼，本以为这一世可以摆脱贫困，没想到还是如此穷困潦倒。顾婉宁的内心瞬间崩溃了。其实以她的能力完全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此刻的她已经没有丝毫力气去挣钱了，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耗尽了她大半的精力。顾婉宁心里十分郁闷，感觉要穷得欲结于心了。别人穿越成恶毒女配的时候，难道不应该都是非常有钱的吗？系统不应该吧？这么穷的不应该是我吧？403沉默了，看着宿主现在的精神状况，他实在不忍心告诉宿主这个残忍的真相。我不是豪门千金吗？我怎么只有3669元这个惨淡的数字？宿主，我要破防了。顾于安、顾韵和顾青竹3人站在门口，静静地聆听着屋内传来的声音。他们原本只是碰巧相遇，并没有一同前来，但当听到少女内心的心声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顾于安等人一直以为顾婉宁在家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零花钱更是从不短缺。然而此刻，他们意识到事实似乎并非如此。顾婉宁实际上非常贫穷，甚至连自己的钱花在哪里都不清楚。顾于安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之前顾年年曾和他们有意无意提起过顾婉宁花钱如流水，且方式不当。于是他们决定暂时收回他的银行卡1个月，好让他好好反思一下。当时他们觉得，反正家里不会亏待顾婉宁，而且过后肯定会把银行卡还给他。然而他们却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这时顾于安注意到顾婉宁的衣物数量极少，几乎可以用稀少来形容，而且有些还是顾年年不要的剩下的。再联想到家中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佣人，他顿时明白了顾婉宁在这个家庭中的真实处境。可以想象，少女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但是顾年年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几十上百多万，他们现在只有顾婉宁的威信，他们该如何面对她呢？之前顾婉宁明明有提醒过他们，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是不听呢？3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身离开了这里，并打开了手机。顾婉宁正在破防呢，就看见了3条转账提醒，他数了数，总共是50万。误草顾于安想过几天把银行卡给顾婉宁，并且在里面转个几百万。第12章兜兜转转还是上学。此时此刻，顾年年一个人坐在公主床上，咬了咬唇，再也不掩饰眼里的怨恨和阴狠。为什么顾婉宁要性格大变呢？像以前一样安安静静的当她的垫脚石不好吗？她只能用一点更狠的手段了。系统，你说假如顾婉宁把我弄得手腕骨折了，哥哥们和爸爸妈妈会怎么看她？绿茶系统很明显的沉默了一会。宿主，按照我的分析，所有人都认为你最喜欢拉小提琴了，而这个把你手给弄断的人绝对会被千夫所指，人人喊打。顾年年娇美的面庞因为嫉恨变得扭曲，唇角笑容的弧度越来越大。宿主，我可以帮你，这一次手刚开始看上去和检查的时候很严重，实际上并不会损伤到什么。好，很好。第2天清晨的顾家宅显得格外宁静。顾婉宁在经过一夜的好眠后，简直是精神焕发。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金钱的魅力。没办法，谁让她是个不折不扣的财迷呢？几乎每天早上6点，生物钟都会准时将她唤醒。但昨晚她9点就早早入睡了，所以满打满算已经睡足了9个小时。此刻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做，于是便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安宁。以前，当她独自一人住在出租屋里时，常常会蜷缩在卧室里，一整天都沉浸在放空的状态中，什么也不去思考。而此时403正注视着自家宿主，心里琢磨着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看似快要碎的宿主重新活跃起来。但是作为宇宙上最厉害的系统，一般都是宿主找他唠嗑，他有些时候还装高冷爱搭不理。现在这个情况他属实没有预见过，
话说你在我的脑海里面这么久了，还没告诉我你有什么用呢？403这一听还得了，直接化身小傲娇了。我会的东西特别多。他哼哼了几下，我会检测好感度，寻找攻略任务行踪，帮宿主吊命，延长宿主寿命，在一些危险时刻为宿主提供帮助，为宿主提供信息，还有一些有用的小玩意。说着说着，403觉得自己真厉害，可把自己牛逼坏了。顾婉沉默是金，好鸡肋啊！403想起自己宿主的性子，也沉默了。对于自己宿主现在的想法，他也是知道的。宿主天天想死，他的这些功能对于顾婉宁来说不是什么好东西，全部都是保命的。而少女正好需要让他去死的。403，我之后是不是干什么你都能看到？是不是和别的小说一样，可以自动屏蔽啊？403在神识空间下意识后退了一步，可差不多吧。类似于你洗澡什么的，我们这边都会自动的屏蔽。顾婉宁发呆了快半个小时左右，在6点30分的时候，王妈就跑过来叫你了。早上好，婉宁小姐，该起床了。少女应了一声，知道了王妈。稍等，顾婉宁起身还是穿的昨天的那一套衣服，下楼坐到餐桌上，她能感受到4个目光都聚集在她的身上，下意识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怎么都在看我？我知道我貌美如花，但是别这样哦，我不存在的社恐要犯。听见这句话，3人都收回了视线，只有顾年年还看着少女。她起身亲昵的上前抱住了顾婉宁的手，声音嗲嗲的：“姐姐坐我旁边吧，还有爸爸妈妈明天就要回来了，也不知道会给我们带什么礼物。”其实顾年年是这样想的，顾婉宁和她站一起更加能够体现出自己的美丽优雅。甚至顾婉宁穿的还是白 T 恤和牛仔短裤，她有些鄙夷也有些烦，要不是为了自己的形象才不愿意沾上这穷酸气。我操，她又在憋什么坏水？我靠，这次是不是想直接找人暗杀我了？其实也不是不可以。此时此刻3人自然注意到了顾婉宁和顾年年的差别。顾年年穿着贵族学校的制服，即使是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却还是能够感受到几分活力可爱，像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属于学校那群男生喜欢的类型，感觉每根头发丝都是精致的。顾婉宁则是穿着白色的简约的 T 恤和牛仔短裤，很随性。明明长了一张明艳的脸，却总是感觉死气沉沉的。这么朴素的衣服硬是给她穿出了大牌的感觉。要是顾婉宁知道了他们的形容，一定觉得太会形容了。死气沉沉太适合她这具尸体了。两人穿着打扮看上去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他们几人自然看出来了，眼神有些复杂。之前顾婉宁的衣服都被扔出去了，现在的少女只能穿这样朴素到佣人都不穿的衣服了吗？顾于安看着几人终于坐好，转头看向顾婉宁，缓慢地说：“你已经休息了很久了，是时候该去上学了。之前这个人不是让我把保送名额送给顾年年吗？恨不得我不去上学。”顾于安顿了顿，的确，之前他把顾婉宁赶出家门也是为了给顾年年争取到保送清北名额。一群神经病，真把我当傻子了。我让出去了还得了，到时候觉得我没有了利用价值，给我扔出去，我那才是真的一无所有。假如我把顾家炸了，与我同归于尽。顾于安听着他越想越离谱。不过刚刚的话顾婉宁说的的确有道理，可是他们绝对不会是那样用了就丢下的人。剩下的两人吃饭的动作也僵住了。顾婉宁接话后，知道了顾大少爷。少女并没有叫哥哥，而是直接叫的顾大少爷。男人有些不适，之前顾婉宁可是一直缠着他叫大哥，但是好像想起什么，随即掏出一张卡，这里面有1000万，你先拿着花，不够再说。之前是我们忘记了。吃完饭你先上楼换校服，待会和年年一起去学校。顾婉宁吃着早餐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思索，服了，兜兜转转还是要去上学校，我都会了去什么？和一堆神经病贱人打交道吗？我可记得之前这个学校可是霸凌过原主，缓缓燃烧起来的死蜜。不想说话啊，能不能发明一个脑电波交流？顾年年低着头看着美味的早餐，却是怎么也吃不下。其余3人，什么？顾婉宁在学校被霸凌吗？他们想要了解仔细一点，可是这个时候顾婉宁已经心生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话说我校服在哪里啊？403插了一句，在衣柜的最后的一个柜子里面。好，第13章不是，我得精神病了。婉宁换好校服，就看见顾年年已经站在门口，那张漂亮的脸含着笑，看上去清纯无辜极了。姐姐你来了，今天大哥顺路送我们去学校，大哥已经在等着了，快走吧。今天是顾于安送。稀奇，顾婉宁只是轻轻的嗯了一声，眼睛甚至都没有抬起一下。她原本觉得自己这样的反应再正常不过，但却看到顾年年眼眶瞬间变红了。顾婉宁不禁感到有些疑惑。与此同时，发现两人迟迟没有下车查看情况的顾青竹和顾于安也是一脸问号。他们俩可是清清楚楚的看到了顾婉宁根本没有说话，但顾年年就是一副自己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接着顾婉宁便注意到了站在一旁的顾青竹和顾于安2人，心中顿时明白过来，原来是这2个兄弟来了，真是服气。要是这2个蠢货又开始毫无缘由的指责我，那我又得费脑细胞来自证清白了。天天搞这种陷害的把戏，真挺没意思的。我是什么很闲的人吗？的确，要不是他们能够听见少女的心声，肯定会慢半拍下车，到时候看见的就会只是顾年年难过的样子。那时候顾年年看见2人很精准的掉下了一滴眼泪，看上去格外楚楚可怜。姐姐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啊？为什么要这样？顾婉宁皱了皱眉，有些不解的发出灵魂质问，我怎样对你了？少女一顿想起来了，这不是之前那个哑巴一样的顾婉宁。他现在会说话了，不能再用那种低级的手段对付他了，因为根本不管用啊！他下意识转头看向2人，就见2人都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眼神看着他，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顾于安揉了揉额头，好了，上学要迟到了，快上车，没找我的事。不过也好，车上安静的可怕。顾年年很有眼力见的没有作妖。贵族学校门口，3人齐齐下车，靓男美女看上去格外养眼，吸引人的注意。其中那个看上去嫣嫣的少女，长得格外漂亮，气质很出类拔萃。大家都穿着同样的衣服，这么一对比，旁边精致的顾年年一下子就被压了下去，而且看上去还有点假的感觉。而我教室在哪来着？这么久没上学了。话说不愧是贵族学校，好大，我觉得我会迷路。哎，
这得值多少钱啊？旁边的顾青竹听着少女的心声，又看见她迷茫的眼神，就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班级在哪。顾婉宁和顾年年都在尖子一班，倒是可以让顾年年带着顾婉宁去，她则是在高3的尖子班，处于另一栋楼。PS 尖子班1234什么的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顾青竹转头温柔地对着顾年年说：“年年，你带着顾婉宁去班上吧，我要先走了。”少女抿着唇，随即扬起笑容，还是一如既往的声音，甜甜软软的好的哦。三哥你先去吧。然后转头眼眸含笑，姐姐和我走吧。终于到了教室门口，两人齐齐踏入教室。果不其然啊，这个学校真的好大，给我走累了吧？挨虚了。周围的同学们纷纷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这两个人。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一时间无法辨认出顾婉宁来。顾年年当然也感受到了这些聚集在顾婉宁身上的目光，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嫉妒，但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微笑。然而就在这时，教室里的一个人慢慢的抬起了头。他是一个极为清冷的少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狐疑，紧紧地盯着顾婉宁。刚才那阵奇怪的声音究竟是从哪里传来的呢？终于，他们认出来了站在女神身旁的人，竟然就是他们平日里深恶痛绝的顾婉宁。怎么可能？这个厌世而清冷的美女，你告诉我她就是那个自卑又恶毒的顾婉宁？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简直无法将眼前这个全新的顾婉宁与过去的印象联系起来。他们之前怎么没有发现顾婉宁长得这么漂亮？系统，我在哪个座位啊？403终于派上用场了，兴致勃勃地上前喽。看见了那个长得贼拉帅贼清冷的帅哥了不？顾婉宁循着系统的描述，的确挺精准的，就看见了一个帅炸天的帅哥，你就是他同桌。顾婉宁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原著里确实有对这个帅哥的描述，据说他无欲无求，清心寡欲到极致，即使面对顾年年这位女主角的示好也视若无睹。顾婉宁一边想着，一边走到了少年身边坐下来。沈念兰感觉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个同桌明明一句话没说，嘴巴也没张开，但声音却好像在自己耳边响起一样呢？怎么越来越像一部恐怖电影了？然而尽管内心感到惊悚，沈念兰依然保持着一贯的清冷高贵形象，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身旁的少女。她看我干什么？沈念兰这下是真的有点惊到了，她这下能够确定顾婉宁是真的没有张口了。那这个声音是从哪来的啊？难道是自己最近学业压力太大，出现精神上的问题了？可是这些题对于她来说都是简简单单，哪来的压力？越想越觉得有些奇葩。更奇怪的是，自己这个同桌之前都是含胸驼背的，看上去唯唯诺诺的，现在的气质给人一种怎样，看不惯我，不服来干啊，这种奇妙的感觉。顾婉宁翻了翻柜子，发现里面的书都很整齐的放在里面，看得出来原主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403这节课是什么？我不知道。顾婉宁懵了一下，你不是系统吗？两人的对话在沈念兰的耳朵里面就是消音，这节课是什么？你不是消音。然后就是一顿乱消音，他感觉自己的耳膜要炸了，于是声音轻缓的说，这节课是数学，你先拿数学书出来吧。哦，谢谢沈同学。世界终于安静了。第14章一定要逼我抽你。顾婉宁一节课可谓是听的那叫一个人昏昏欲睡，没办法，无敌就是这么寂寞那种，老师也不怎么管少女想干嘛干嘛，只要不扰乱课堂纪律，准确来说是一直都没怎么管。在原主被霸凌的时候，上课不听的时候，被人陷害的时候都不会管，甚至偏袒那些霸凌她的学生们。一旁沈念兰看着少女的模样，有些恍惚，耳边还回荡着少女时不时的心声，虽然也只有一两句，几乎都是好困、好闲、好无聊，莫名的一向一板一眼，即使是所有题都会了也会认真听课的沈念兰也开始有一点感觉困了。突然她感受到了顾婉宁的视线扫了过来，然后停顿到了她的身上。沈念兰17岁，沈家二少爷，从小养尊处优，但是家人却十分严厉。7岁时展现出超高的智商，小时候在13岁时被绑架过，不过被救了回来，自此患上了幽闭恐惧症。好标准的小说男主设定。沈念兰神情越来越古怪，她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事情只有几个至亲知道，那顾婉宁究竟是怎么知道的？而且现在这个声音也奇怪的不行，可是现在在上课她没法问，别人好像还听不见的样子，这个世界是疯了吗？不过她心里的猜测也越来越强烈，会不会是顾婉宁的心声呢？她也有所了解一些小说，可是当这种事情真实发生到了自己身上，还是让人难以接受，在豪门世家多少还是有些玄学一说的。这样想着思绪却被打断了。下课铃响起来，少女几乎是一下子就瘫在了桌子上，还是这样摆烂更加适合我呀。少年张了张口想说一些什么，就见顾年年有一些不好意思的走了过来。少女拿着一本练习册，平时苍白的面颊也有着适当的红晕。沈同学，我有一道题不会，你能教教我吗？顾年年这是跑来攻略沈念兰了。沈念兰看着面前的顾年年，也不知道他在脸红什么，但是他不是傻子，能够明白周围人看好戏的目光。他本来是不怎么在意这些，但是他现在的确是没有什么心情给他讲题，于是乎毫不留情的拒绝。抱歉，顾年年同学，我现在没空，你可以去问问周围也会的同学来讲题。少女看着沈念兰的脸，咬了咬唇，有些不甘心的问沈同学，你现在要忙什么？我能帮上忙吗？沈念兰不由得有些烦了，皱眉无可奉告。听着少年冷冰冰的声音，顾年年下意识的后退了一下，立马就有男生上前扶住他，轻声安慰，没事的，年年我会这道题，你可以来找我。顾年年立马的向后一看，就见到一个长得普普通通的男生正用着充满心疼的眼神看着自己，不由得他感到一阵恶心，快速的与男生保持距离，勾起唇，勉强的扯出一个苦涩的笑容，我没事的，哈哈。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一个坚强的柔弱小白花，即使难过也不想要麻烦别人。顾婉宁看着这群人一个个都心疼不已的眼神，只觉得好神经病，这个世界这么降智商的吗？都豪门了大姐，那群人能看不出来这个小伎俩吗？403晃晃悠悠的补充，还有他系统的帮忙，宿主
主这个是可以打破的啊，只要你将女主揭发，这里的人就都会觉醒，就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了。顾婉宁听到这些话后，迅速闭上眼睛，仿佛将那些话语隔绝在外。沈念兰眉头微皱，事实上，她同样察觉到一些异样之处，毕竟他们都出身豪门，不可能看不透这些心机手段。然而，为何众人却像失去理智一般，毫无条件的信任顾年年呢？顾婉宁究竟在与谁交谈呢？这个所谓的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般思索着，她只感到头痛欲裂，仿佛有一股力量在阻碍她思考。顾婉宁忍不住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来，打算去上个厕所。当她走出教室，来到楼梯口时，突然感觉手腕被紧紧抓住，她有些烦躁地转过头，只见一个容貌出众、帅气非凡的少年正高傲地盯着自己。少年还做出一个自认很酷的动作，撩拨了一下头发，头发似乎有点油腻。顾婉宁如此评价着眼前的少年，觉得对方有些眼熟，但并未多想。可就在这个时候，403发出尖锐的报名声：宿主大大，这个是本书男主严安谈，这个看上去帅帅的、油了吧唧的是男主。没开玩笑吧，宿主，我不会骗你，就是他。在外人看来，顾婉宁现在正在发着呆，但是在严安谈眼里，顾婉宁就是先跟以前一样对着他犯花痴，勾起了一抹自认为很帅气的笑容，看着少女。顾婉宁只感觉自己有点裂开了，抿了一下唇，耳边是严安谈的声音：不要不识好歹，顾婉云，你把保送名额让给年年，再求一下我可以勉为其难给你约3次会，并且还可以把你的微信加回来。顾婉宁就这样看着面前的少年，过了1分钟左右，缓慢的开口。然后呢？严安谈不由得皱眉，莫名的有一种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觉，很不舒服。这个女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贪心了？听这个语气，貌似还是很不愿意。现在你去校长办公室和校长商量，把名额让给年年。顾婉宁翻了个白眼，我没答应。这么有实力，你有种自己拿个保送名额去给顾年年，舔着个脸来我这里和我提要求，有病啊！一口气说完这一句话，顾婉宁又觉得自己累了起来，转头就想离开，却见严安谈拽住她的手不肯放开。顾婉宁挣扎了一下，没挣脱开。你妹啊，死小子，力气挺大。他现在真的很烦。严安谈遇见现在的他可算是遇到钢板了，少女干脆一巴掌甩过去，吸引了周围的人的目光。严安谈也有点不可思议的看着少女，他的脸上是一个红红的巴掌印，一定要逼我抽你。顾婉宁很干脆的离开了，去了洗手间。周围响起了一阵讨论声，而站在一旁刚想出手的少年，此时此刻隐匿在人群中，看着少女离去的背影。第15章，我怀疑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蓝。顾婉宁回到教室，自然感受到了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不过没关系，她并不在意。谁不知道啊？当时顾婉宁喜欢严安谈，喜欢到几近疯魔，所有人都知道。顾婉宁身为真千金，虽然是严安谈真正的未婚妻，可是严安谈却只喜欢顾年年。少女坐到座位上，一整个就瘫了，呼出了口气。她就知道今天来到学校会有人找她的麻烦，明明早已预判准备好了，却还是觉得好累。每次解决这种事情都特别累。谁说的活着很美好的？把脸伸过来，我给她补腮红。想死？系统403示意的跑过来安慰顾婉宁，没事的宿主，我特别能缩小别人的死亡概率，所以想死你就想想吧，我回去就上吊看看死不死的了。旁边听着顾婉宁心声的沈念兰终于发现自己这个同桌好像精神状况不怎么美好。不过经历了这一件事情，顾婉宁这一天上课都感觉安宁了许多，只不过能感受到一道道视线总是看着她觉得只要别来惹事，一切都好。放学，顾婉宁收拾了一下课本，抱在怀里，打了个哈欠。她算是摸鱼摸爽了，只不过这个同桌总是有意无意的看自己，被她发现后好像还很慌张的到处乱看，有些奇怪。但不管，她一抬头就看见顾年年不见了，不由得有些头疼。顾年年又在和她玩什么心机呢？顾年年又在搞什么？真是……她下楼来到校门口，寻找着人，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不由得有些服了，想竖一个中指骂这个世界几万遍。她是可以打车，但是别墅区一般的车子进不进去，她起码还得步行10多分钟，打车也需要时间的。这么热的天，她又这么虚，特别是还这么阴暗，她真的见不得光。卧槽，我服了，我现在就去小卖部买根绳子，随便找棵树吊死算了。这么想着，她还真的转头朝着附近的小卖部走去，准备去买根绳子，找个没人的地方吊死的感觉。403发出尖叫，宿主万万不可啊！即使知道顾婉宁看不见她，还是伸出了尔康手。顾婉宁突然感觉自己被一个阴影笼罩，抬头就见到前面含着笑的少年。姐姐，好久不见啊！穆辉夜怎么在这里？穆辉夜看上去笑得特别甜，简直就是男人中的甜弟。姐姐，我可以载你一程，不知道姐姐愿不愿意坐我的车？说完还有些可怜兮兮的看着少女。顾婉宁也没什么拒绝的理由，点了点头，麻烦你了，谢谢。少年眼中闪过一抹灰暗，不过转瞬即逝，让人捕捉不到。不用这么客气的姐姐。两人齐齐的上了车。顾婉宁不知道的是，穆辉夜可谓是一直在校门口转悠，只为等到少女，然后和她碰面。其实本来穆辉夜想着她站在远处看看她就好了，现在还没有到时间。可是没办法，顾年年就是要给她送亲近姐姐的机会。她有些愉悦的勾了勾唇，要是有尾巴的话，一定会愉快的甩来甩去。顾婉宁有些疑惑的问少年：“你也在这里读书吗？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穆辉夜早知道他会这么问，早就准备好了一套完美的说辞。姐姐，我是这几天转过来的，家里人说这里教学资源好一点，就让我转过来了。顾婉宁倒也没怀疑。李司机狠狠沉默，搞啥呀？少爷明明是为了这个小姐才转的学，死装。当然他也只敢在心里蛐几下。穆辉夜感受到顾婉宁这下是真的很累，不想再和人交流了，也很识趣的没有说话。少年微微靠近着少女，却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停了下来，却在急刹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了顾婉宁的手，只是一瞬间就和触电一般收回去了。由于车一眼就是豪车，再加上李司机和门卫保安说了一些什么，直接到了别墅区里顾家大宅门口。顾婉宁拿好东西下车，又对着穆辉夜说了一声谢谢，得到回应后就走了。走到大宅门口，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氛围不对劲，佣人们都畏畏缩缩的，顾婉宁倒是无所畏惧。刚进门迎面
一个玻璃杯子砸了过来，下意识一躲，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这个玻璃杯子。也许你想问他不是想死吗？为什么还要躲？卸腰玻璃杯子砸不死人还很痛。顾婉宁没兴趣和身体玩 SM。嚯，这是干嘛？顾年年又说什么了？他一抬眼就看见了一个气喘吁吁的中年男人和一名泪流满面的中年妇女。有什么事情好好商量，别打孩子啊。顾婉宁有一些恹恹的抬头，一眼就知道这个是顾婉宁的母亲和她的父亲，而旁边的则是流泪的顾年年和安慰她的顾青竹以及顾于安。最近这个顾于安真闲啊，霸总都这么闲得慌吗？话说顾年年说什么了，让这个颠公这么生气？这下好了，不仅要费脑子，还要费体力。顾婉宁觉得有点闷得慌，明明上一辈子没有母爱父爱早就习惯了，为什么这一辈子还是会难受？你还好意思回来？在学校山岩家小少爷的脸你怎么敢的？今天还不和你妹妹回家？顾婉宁听着听着，只感觉胸口越来越闷，手也有点颤抖。爸爸，你不要怪姐姐了，姐姐一定不是。啪，闭嘴，谁让你说话了？顾年年捂着脸看着顾婉宁冰冷的目光，顾府瞬间抱起怒目圆睁的看着少女，你啪，你也闭嘴。又是一个脆生生的巴掌，这下谁都不敢说话了，包括剩下的3人都被少女的狠力镇住。顾年年哭得更加大声了，这次是真的委屈的。顾婉宁稳定着自己的情绪和翻涌的力气，一字一顿。首先是那什么延安谈饭店让我把保送名额给顾年年，我不给他还拦着我。其次你可以去看看监控是不是我不愿意和顾年年走。说完他头也不回的离开，他的身体在发抖。顾于安和顾青竹自然看见了，好难受，好难受，好难受，去死去死！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蛋，被我扇一巴掌就老实了是吧？403也是真的有些着急，他感受到了宿主情绪波动很大，可能有危险。回到房间关门，他手抖的几乎锁不上门，他感到了一股阻力势。第16章，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顾婉宁抬起了眼眸，声音不咸不淡，干什么？顾于安噎了一下，思考了一下措辞，我觉得你状态不太对，来看看你。少女刚想说话，就听见顾父的怒吼，顾婉宁，我供你吃供你喝，你还反了天了。旁边传来顾青竹的声音，爸，你冷静一点。顾父气得快喘不上气，顾婉宁只觉得为原主感到不值，心中的讽刺愈发强烈。好了，先去看看你的好父亲吧，别待会喘不上气憋死了。刚想要关门，就见男人还是倔强着把正门。看着少女貌似有些不耐烦了，他抿了抿唇，声音难得变得柔和，婉宁，哥哥来看你一会可以吗？当他看见少女离开的背影的时候，他心中是恐慌的，加上顾婉宁颤抖的身体和苍白的脸色，他觉得好像有什么在渐渐的离开他，他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不住了，他也不顾及什么人设了。这是第2次让他这么害怕，心里空落落的。上一次还是在顾婉宁冲入车群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感觉自己呼吸都要停滞了。他的下意识一向很准，顾婉宁看着他的这一副倔样，更烦了，好烦啊！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烦了？想死想死！这个时候想起来是我哥了，刚刚怎么装哑巴？恶心！今天的事情真多，烦烦烦烦！听着少女的心声，他莫名的感觉心中一痛。的确，他们刚刚只顾着顾年年了，他迷茫了却还是固执的不让顾婉宁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少女也知道自己拗不过他，只好放他进来。顾于安进来的那一刻就顿住了。房间陈设就是简约的黑白灰，这间房间是客房，本来不小，可是对比起顾年年的豪华公主房就显得格外寒酸了。他很少进入这间房间仔细打量，从一开始就对着顾婉宁是有着敌意的，毕竟他很满意现在的这个娇娇软软的妹妹。顾婉宁回来的时候，含胸驼背，自卑的不行，手上还有着茧子，看上去唯唯诺诺的，和他们家里从小到大培养长大可爱温柔的顾年年简直一个是仙女，一个是普通的凡人。他们一家都是天之骄子，莫名来了个乡野村姑的妹妹，自然会觉得烦闷。自己家里养了10几年的那么娇俏可爱的妹妹，竟然不是亲生的，而亲生妹妹却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野丫头，并且回来了后还不知足，不会安分守己，处处陷害年年。他们就一直更加加倍的弥补顾年年，可是之前的他们好像忽略了，顾婉宁才是那个需要被补偿的。就算现在知道顾年年和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顾婉宁好像自从上次的时候就变了，气质变了，人也变了一样。他眼神更加复杂了。客厅里，顾青竹安抚着顾父，想起刚刚少女的眼神，下意识的朝着顾婉宁卧室的方向看了看，发现大哥还没下来，大概就知道顾于安现在在顾婉宁的房间的。他有些恍惚，他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父亲明明知道顾婉宁不是亲生的却还要接回来，甚至不告诉他们他的身世，也不愿意好好对待顾婉宁。无论怎么想，这个事情都是格外奇怪的。他想要问些什么，些感觉说不出口，脑袋也很疼，更加怪异了。顾府坐在沙发上，顾母抹着泪看着顾府说道：“老公，以后有话好好说，不要打孩子，把孩子打出个3长2短，可怎么办啊？”顾父明显想说什么，却还是噎住了，没有说出口，貌似是什么很隐晦的秘密。顾年年坐在顾父的另一边，嘟着嘴，眼尾还泛着红晕，惹人怜惜。扭头看着坐在旁边揉着头的顾青竹，声音变得软软的：“哥哥，你去劝劝姐姐，给父亲道个歉吧。我倒是没有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姐姐还是要的。”一番话说得十分有水平。可是顾青竹有些疑惑，难道不是他们冤枉了顾婉宁吗？也许顾婉宁有些过激了，但是没必要道歉啊，为什么搞得像是顾婉宁做错了所有的事情呢？他有些语塞，就见顾父欣慰地看着顾年年，眼里是从未对顾婉宁有着的柔情，还是年年懂得爸爸的用心良苦啊！臭小子，你还不快去！顾青竹倒是不害怕这个父亲，毕竟他手上根本没有什么实权，现在几乎都是大哥在管理公司了。顾父看着面前的少年并不动弹，烦闷的不行，他大概也知道，他现在在这个家只是空有一个父亲的名头，以及有些权威。顾青竹呼出了口气，看着顾父爸，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调查清楚呢？这只是年年的一面之词，况且顾婉宁也解释了不是吗？顾年年惊住了，手不停地攥紧，指甲几乎陷入掌心，手不受控制的颤抖。怎么变了？之前的顾青竹可从来不会知道这些的。顾婉宁的系统又在干什么？为什么？顾父不可思议地看着顾青竹，孽障，我是他的父亲，我在养着他。世界上哪有孩子打父亲的道理？顾青竹想要问，可是他不是你的孩子，可是还是说不出口。他的眼神迷茫，好像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情绪中。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一切都太混乱，有一种不真实的荒谬感。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读心术突然说不出话。系统，顾年年插入一道声音，哥哥，是不是姐姐和你说了什么？这样可不好。
会伤了和气。少年看向顾年年，抿了抿唇，面前这个善良可爱的妹妹真的是这样吗？混沌之间，他感觉一股痛意席卷脑海，他有些摇晃靠在沙发上，荒谬，一切都太荒谬了。耳边的吵闹声，他缓了一会，应该是自己最近压力太大了，所以才这样吧。站起身没看三人，直径回了屋子。他现在必须得休息一会了，脑子里面总是在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顾母低着头感受到了顾青竹的不对劲，皱了皱眉，在顾父看过来时又立马变了表情，摸了摸泪。老公，这次是婉宁的不对，过几天我一定要他来道歉。顾父看着顾母哭得梨花带雨，加上这百依百顺小鸟依人的样子，满意的点了点头。第17章，他好像能听见顾年年心声。顾婉宁的卧室中，两人都沉默着。顾婉宁现在也平静下来了，只是懒懒的靠在头，看着旁边坐着的顾于安，轻啧一声，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顾于安沉默着，只觉得苦涩。原来现在他想对他好，在他的眼里面也是有所图谋吗？他们的关系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他做错了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妹妹好像真的不喜欢他这个哥哥。莫名他想起了顾年年，可是即使是现在这样，顾婉宁以前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也没有解释啊。少女今天实在是消费太多精力了，现在只觉得困得不行，打了个哈欠，对着顾于安说道：“我要休息了，你出去吧。”男人看见顾婉宁现在的确平静下来了，轻轻的嗯了一声，默默的打开手机为顾婉宁转了几万过去。刚准备把作业快速写完，然后收拾睡觉的顾婉宁，听见钱财几万到账的声音，惊了一下，看着余额增加的数字，原本不太美好的心情瞬间好了不少。就喜欢这种一言不合就打钱的。虽然他现在很有钱了，但是这张卡是掌握在顾家手里的，他需要自己存钱。不过该花顾家的钱还是要花的。寻思着过几天去买几套衣服，光穿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3下5除2写完作业，他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道声音：“年系统，顾青竹怎么突然长脑子了？”顾婉宁惊住了，自然发现了，这好像是顾年年的心声。他心里呼叫系统：“婉宁，我操，系统你听见了吗？403，误操，我听见了，宿主我去。”这是顾年年和系统交流的心声。顾婉宁也是真的傻眼了，偷感十足的贴着墙听着那边的动静。年，顾婉宁的系统功能究竟是什么茶？抱歉宿主，因为对面系统比我高级，所以我检测不到。顾婉宁光听着声音就听出来了，那边人的气急败坏了，惊得合不拢嘴，拖了拖下巴。婉宁，我靠，系统你快看看究竟怎么个事啊！403这下也是迷茫了，他只知道那些男生能够听见顾婉宁的心声，没有收到顾婉宁可以听见顾年年的心声的通知啊！他摸了一把不存在的汗，火速的报告到上级那边。403，宿主大大，我已经报告上级了，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啊！顾婉宁眼睛亮亮的，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奇玩意。年，看来要提前实施这个计划了。少女挑了挑眉，听着顾年年在隔壁自曝，于是这一晚上，她一大半时间都听墙角。403感觉自己要双眼一黑了，这都什么走向啊！离园上铺第二天，顾婉宁早就起床了，因为根本睡不着，这么离谱的事情她多少得研究一下，这不比穿越新奇。昨天晚上因为熬夜，少女在一个角落发现了意外之喜，她找到了自己的书包啊，将书本放进去后，她缓缓的下楼。然而当她的视线与顾年年相对时，一股异样的氛围弥漫开来，顾年年的目光中透露出3分阴狠、3分厌恶和4分算计。然而当顾婉宁下楼的瞬间，顾年年立刻收敛起自己的情绪，脸上挂着甜美的笑容，手中拿着一条闪耀着粉色光芒的钻石项链。34姐姐，你下来了，你看，这是爸爸给我准备的礼物。34顾年年娇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炫耀。她特意将项链举起来，让顾婉宁能够清楚地看到那颗璀璨的粉钻。接着，顾年年转头用软软的声音问道：“34爸爸，姐姐的礼物呢？”34她那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似乎完全忘记了昨天发生的一切不愉快，仿佛那些争吵和冲突从未发生过。然而，在顾年年内心深处却有着另一番想法，她暗自冷笑道：“年，最受宠的人还不是我？顾婉宁不过是这几天运气好而已。”34她坚信自己才是家庭中的焦点，而顾婉宁只是暂时得到了一些关注罢了。顾父哼了一声，冷漠地说：“没带，他最近真是反了天了。”年年喜欢这条项链吗？顾年年脸上洋溢的笑容更大了，喜欢，可是这样姐姐不会生气吧？她故作犹豫地看着顾婉宁。顾青竹在一旁看着自己桌面上的钢笔，这也是顾父送给她的。那顾婉宁怎么办？少年抬头看着她永远都是那样平平淡淡，仿佛没有什么能够激起波澜。婉宁，笑死我了，这妹子想看我受挫，不可能的是，我又不在意这个家。少女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一般。然而这一眼却让顾年年心中燃起了一丝怒火。他紧紧地咬着牙关，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顾婉宁依旧平静如水，似乎并没有因为顾年年的挑衅而有丝毫的波动。这种淡定让顾年年感到十分气恼。他原本想要激怒顾婉宁，可现在反倒像是自己成了一个跳梁小丑。顾年年不甘心就这样被忽视，他大步向前，伸手拉住顾婉宁的手，想要继续挑战对方的底线。他的语气带着一丝不甘和嘲讽：“姐姐，你不会生气吧？毕竟姐姐这么大方。”顾婉宁微微皱了皱眉，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她淡淡的回答道：“没生气，不过请你松手。”他的声音虽然不大，却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顾年年下意识地松开了手，又立刻反应过来，有些气恼，自己怎么这么容易就被镇住了。婉宁，好烦啊！大早上比平时都早起来，就是为了搞这一出。无聊。顾青竹彻底看不下去了，上前拉住顾婉宁的手，直接朝着门口走去。少女倒也没挣扎，毕竟她的确也想离开了，只不过有些疑惑于顾青竹会帮助自己。顾年年手微微发抖，跺了跺脚。顾青竹这是怎么回事？这几天和中邪了一样。看顾年年不开心，顾婉宁就开心了。第18章，他不叫他三哥了。三哥醒悟，一直到了门口，门外早就有着司机开着车等候。抬头看见那豪华无比的车和毕恭毕敬的司机，少女不由得在心里感叹了下：这个待遇和我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啊！顾青竹的脚步微微顿住，他咬着唇，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似的，拉住少女的手越来越紧。直到听见顾婉宁的倒吸气声和感受到了他想要抽出来的手，才慢慢的缓过神来。这几天一切好像都在改变，无论是什么，他觉得自己的脑子快要炸开了。顾青竹干嘛啊？看向我的眼神怎么怪怪的？顾婉宁这么想的，
却看见少年的眼尾越来越红了，更加疑惑了，不由得问：“你怎么了？”顾青竹下意识就撇开了头，有些傲娇昂起头：“没什么，快点上车吧，不然到时候我就要迟到了。”顾婉宁狠狠沉默了，不过下一瞬间又将这些想法抛之脑后，一声不吭地跟着他上了车。在几分钟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什么话，只不过少女能够感受到顾青竹在往自己身上不断瞟着的眼神。顾婉宁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一个两个总是在看我啊？我服了，我知道我长得好看也不用这样吧。不过话说，总感觉今天这个顾青竹的状态不太对啊。少年听见这个声音后，心脏不由自主地跳动了一下，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委屈情绪，让他感到困惑和不解。他无法理解为何曾经追逐在自己身旁散发着甜美气息的少女消失得无影无踪，更难以接受顾婉宁不再称呼自己为三哥这一事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了这样的变化？难道他真的不再认自己为哥哥了吗？然而顾青竹很快又转念一想，他们并不是顾婉宁的亲生哥哥，而且顾婉宁似乎早已知晓这一点。尽管如此，自己至少目前还是顾婉宁名义上的哥哥。经过一番自我劝说，顾青竹成功地说服了自己。没错，顾婉宁理应称呼他为哥哥。此时此刻，少女正打着哈欠，一副慵懒的模样。突然间，她感觉到有人用力拉扯了一下自己，心中不禁涌起一丝烦闷。她强忍着这种不适感，转头看向顾青竹：“烦，干嘛呢？”一下子就对上了少年有些可怜的眼神，莫名的又升起了一股熟悉感。顾青竹看着顾婉宁怔怔地盯着自己看，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得意之情。毕竟他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学会了那位穆家少爷的小把戏，想着或许能派上用场呢。前方的隔板似乎察觉到了车内气氛的微妙变化，司机非常懂事地将其放下。随着隔板缓缓降下，少女的眼神愈发困惑起来，那双原本清澈如水的大眼睛此刻充满了迷茫与不解。顾青竹的声音变得比平日温和许多，仿佛带着一种莫名的宠溺。他真的好想让眼前这个之前被万般嫌弃的妹妹重新认可自己。于是他轻声说道：“妹妹，你叫我一下好不好？”然而顾婉宁却只觉得浑身泛起一阵恶寒，鸡皮疙瘩瞬间爬满全身。她不由自主地往旁边挪动了一些距离，试图与顾青竹保持一定的安全界限。顾青竹？不是这个。少女又思考了一下，顾青竹又有什么称呼可以叫？顾家老三？顾青竹只觉得自己心里凉了凉，感觉自己更加心寒和难受了。不是的。顾婉宁皱了皱眉，心中不由得吐槽：那还想让我叫你什么？这个顾青竹怎么神戳戳的？少年沉默一下，嗓音微哑：不对的，你应该叫我三哥的。虽然，但是这哥们是不是把木灰夜剧本给拿了？你三哥配吗？刺耳的话语让顾青竹沉默了下来，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容。这些日子以来，他仿佛突然觉醒一般，开始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顾婉宁的情感波动。更为诡异的是，这种共情并非偶然的瞬间，而是每当他发呆或入梦时，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往昔回忆之中。他目睹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心中充满了懊悔、痛苦和窒息感。那种强烈的情感如潮水般不断冲击着他的神经，让他深知这一切皆是他咎由自取。也不知道就这样默默无语了多久，车子终于缓缓停下。顾青竹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如水，但其中却蕴含着无尽的苦涩。我会补偿你的，婉宁。顾婉宁毫不犹豫地打开车门下车，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少女的心声再次响起。补偿？这一切都只是他为了安慰自己的理由罢了。别太恶心，造成的伤害可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弥补的。不过大概也无所谓，我也不会原谅，并且我没资格为之前的原主原谅。顾青竹狠狠地喘了口气，站起来的一瞬间，眼前一阵天旋地转，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在昏迷前，他听见了周围嘈杂的脚步声和人群的议论声。他开始奢望假如顾婉宁看见了这样的自己，会不会关心一下他呢？可惜顾婉宁头也没回的走去了班级。系统，刚刚顾青竹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没这一段，我也没有解释什么东西。403过来解释一下。403看着这个剧情走线都要翘嘴了，心里面暗喜，果然总部说的没错，自己这个宿主的确是天赋异禀啊。不是宿主，这个吧，也许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顾婉宁自然是不信的，只是似笑非笑的点了点头。403有一点点心慌，但是他可以肯定宿主绝对猜不到自己被读心这一层。况且那几个哥哥还是有一点脑子的，并没有暴露多少。其实主要原因是有限制，说不出话。顾婉宁坐到座位上，又开始了一天的昏昏欲睡。沈念兰沉默着看向又开始水星生的一天的少女，不由得轻轻的笑了笑。她现在是摸清了，要是在顾婉宁的心声里面发现有用的信息是很难的，需要去引导，但是却不能太过于明显的那种。第19章阿列拦不住作死的老师莫名。下一节是生物课，顾婉宁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挺期待这节课。
毕竟这可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一节生物课，主要是排课的时候把生物课安排在了后面，所以少女还没有见过这位生物老师。原书里对于这种配角老师的描写并不多，通常都是在描述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不过今天顾婉宁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下课时间睡觉，而是懒洋洋地撑着下巴等待着生物老师走进教室。当门被推开时，一个中年且有些发福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看起来十分臃肿，慢慢地走到讲台上，目光扫视着台下的学生们。突然，他的视线停留在了顾婉宁身上，眼中闪过一丝惊艳。顾婉宁的气质瞬间发生了变化，变得比以前更加美丽动人，但她的眼神很快就染上了一抹明显的嫌恶。顾婉宁自然感觉到了这位生物老师那种格外不对劲而且非常复杂的目光。这个男老师的眼神怎么感觉色眯眯的，还带着一点看不起我的感觉？不是，这个世界是所有人都看不惯我吗？顾婉宁有一点服了，这个世界上她简直就是小说中标配的万人嫌，真正属于人见人嫌了妹子。突然他的耳边响起了顾年年的声音，这次我让这个何老师去搞了顾婉宁，我看他还怎么狂。少女属实有一点生理不适的皱了皱眉，这种心思恶毒的人怎么会是女主？够了，最基本的三观都要知道清白，无论如何都是女生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无论是身体还是在外人看来的形象。即使那个女生是被强迫诬陷的那些人，却还是能一人一口唾沫星子淹死。403这玩意是真特妈恶心啊，怎么当上女主的？403看着自己家疑惑的宿主，不由得想要叹一口气。他想说，其实顾年年早就不是女主了，女主其实在你进来的那一刻就是你，光环就笼罩上了你。可惜这些话他无法说出口，只能让小宿主自己探索了。宿主大大，你猜猜你之前是被什么吸引进去看了的这本小说？顾婉宁想起来了，是差评以及女主的恶心人的人设。他狠狠地沉默了。突然眼前出现一个奶白团呼呼的小猫，不过是虚体的。顾婉宁只是身体下意识地僵了僵，却还是反应过来了。天才就是天才，脑子转得够快。他猜出来这个是自己的小系统403了。403，桌子上这个奶乎乎的小猫团是你吗？403站了起来，昂昂头转了转。当然是我宿主，由于你的攻略进度进步了好多，我有一个动物实体啦。顾婉宁思索了一下，好奇地问什么鬼我的攻略进度给我看看，这玩意咋还会自我攻略呢？系统吭哧吭哧地播报着攻略进度。顾青竹攻略进度 85%， 顾玉安攻略进度 41%， 顾韵攻略进度 35%， 穆辉夜攻略进度 40%， 沈念兰攻略进度 24%。 顾婉宁多少是真的震惊到了，怎么会这么离谱啊？这他好像还没有干什么吧？比以前的态度更加恶劣了。难道这里的人难道都是 M？ 那沈念兰又是怎么回事？这个小伙子，他有些奇怪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少年。沈念兰被他看得身体不自然的紧绷，耳尖也泛起了淡淡的粉红。顾婉宁这下子是真的搞不懂了，感觉世界未解之谜又要增加一个了，例如奇怪的好感度。此时此刻，沈念兰只听见了一阵消音声音，以及少女发出不解地问着为什么他对于她的好感度会高。他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检测出自己对于顾婉宁的好感度，但是就是莫名的很慌张啊。站在讲台上的生物老师何力自然看见了两人的小动作，眼神阴沉，看着顾婉宁的目光也带着嫌恶。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时间，等下课时间他可以再好好教训顾婉宁。要是顾婉宁知道这个死由你心中的声音的话，绝对会大吐特吐。什么鬼啊！就这样，沈念兰紧张了一整节课都在左看看右看看。一下课，顾婉宁就见何力来到自己的课桌旁边，面上表情看上去还是那样冷淡和厌恶。下课和我来办公室。顾婉宁挑了挑眉，虽然她不知道这个生物老师是什么意思，但是她还是决定去看一看。将一把小刀揣入兜里面，衣领口是一个微型摄像头。这个何力和顾年年有关系，说不定有原主什么不好的把柄在手上，不然顾年年估计也不会这么笃定让何力来了。还是去一去吧，我也略懂一些拳脚啊，况且反正实在不行就去死。少女站起身跟着何力走着，只觉得越走越偏的感觉。一直到了一间小屋子，何力猥琐地笑着看着顾婉宁，上前想要一步一步拉近自己和顾婉宁的关系。少女实在恶心的不行，一直后退。男人貌似有些恼怒了，不过看着马上退无可退的少女，唇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已经开始渐渐地解开裤腰带。顾婉宁一步步后退，最终被逼入墙角。就在这时，少女突然发力，猛地一脚踹向男人的肚子。这一击力量巨大，男人闷哼一声，身体不由自主地弯曲。然而少女并未停止攻击，紧接着又是一拳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男人的脑袋被打得偏向一边，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少女迅速出手，反手将何力摁倒在地。她的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随后
他从腰间掏出一把锋利的小刀，紧紧地抵在男人的脖子上。他的眼神寒冷如冰，没有丝毫波动，但那平静的语气却令人不寒而栗。别乱动，把把柄交出来。何丽颤抖着眼神，惊恐地看着顾婉宁。现在的顾婉宁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恐怖如斯。剧烈的疼痛让他大口喘息。阿烈阿烈，拦不住的作死老师。第20章没啊，我只是炸你一下无辜。顾婉宁真是服了自己了，这个时候还能玩梗，有些时候自己真是活泼开朗的不行啊。不是，何丽声音颤颤巍巍地对着少女说，你先放我起来，我拿手机。少女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没说什么别的，只是扬起一个甜甜的笑容。好啊。他被少女的笑容晃了眼，眼中的欲望更深。说罢，只见他轻轻地松开了何丽，而此时此刻的何丽哪里还有刚刚那副怂包模样，他的眼神变得异常凶狠凌厉，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少女，然后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一般，突然猛扑上去，想要将顾婉宁扑倒在地。然而，这位少女似乎早有预料，她轻盈灵活的侧身一闪，便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何丽的攻击。不仅如此，顾婉宁还顺势一脚正中何丽的腹部，这一击让何丽猝不及防，整个人顿时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一时之间竟然无法再站起身来。而顾婉宁却始终保持着异样的温和，仿佛这一切都与她无关似的。她缓缓地走到何丽身旁，毫不留情地抬起脚，猛地踩在她的后背上。这一脚令何丽痛苦不堪，忍不住发出一阵凄惨的叫声。此时此刻，何丽的眼神已经不再是之前那种充满厌恶和欲望的样子，而是被彻彻底底的惊恐所占据。所有的傲慢不屑和贪婪都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和绝望。然而他却完全没有察觉到顾婉宁的话语之中的不对劲之处。交出来哦，不然我不介意割掉你的。说着，顾婉宁的眼神看向他的下面。何丽惊恐地向后缩了一缩。OK， 这下确定了，看来真是有什么把柄。不行，我会报警啊。少女挑了挑眉，似笑非笑，看上去更加让人胆寒了。这里没有监控啊，你无凭无据，我一个弱女子谁会信你？男人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终于变得老实，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只见他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然后用颤抖的手指按下电源键。屏幕亮起后，他又小心翼翼地点开相册图标，并在里面找到了一张照片。当少女看到这张照片时，她的心脏突然间紧紧揪了一下，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牵引。她的目光停留在那只看起来病恹恹的小猫咪身上，眼神变得晦涩不明，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疑惑。何丽这下是真的被吓到了，声音都带着崩溃。这只猫不在我手上，它在顾年年的手上，你去找他算账，别杀我。又是顾年年啊，看来他是真的挺欠收拾的了。403看着那只小猫为顾婉宁科普，宿主大大，这个是原主最重要的小猫，叫做平安。原书中并没有怎么描述，你不知道也是正常的。少女又变得那样淡淡的，眼神平静地望着他。和顾年年的聊天记录有吗？何丽咽了咽口水，有些心虚没有。顾年年和我交易的时候就让黑客黑了我的手机给删了。顾婉宁倒也是不意外，毕竟顾年年多少还是有一点心机在身上的。但是小说作者很低龄，看上去也写不出什么高段位的绿茶。转账记录，何丽这下可谓是彻彻底底的惊到了。出生你怎么知道？少女这下是真的笑了，挑了挑眉，就爱和这种傻子玩。一个平 A 直接把大招交了。没啊，我不知道啊，我只是炸一下你。顾婉宁的眼神显得无比无辜，但又似乎隐藏着一丝挑衅的意味。何丽此时简直气得想要吐血，她怎么也想不到顾婉宁竟然变化如此之大，不仅心机深沉了许多，武力值也变得极高，就连气质都与以往截然不同。面对这样的顾婉宁，何丽感到束手无策，心中有苦难言。她只能像个哑巴一样，默默地调出转账记录，并在少女的34劝导34下，仔仔细细地将截图发送给顾婉宁。顾婉宁看到截图后，露出了十分满意的笑容，她毫不犹豫地伸手夺走了男人的手机。紧接着，顾婉宁迅速扬起另一只手，以手刀的姿势朝着何丽的脖颈狠狠地敲了下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何丽并没有晕倒，反而是疼得嗷嗷直叫起来。这一击显然没有达到顾婉宁预期的效果，她不禁皱起眉头，暗自思忖：不信，又是一个手刀，晕了。古装电视剧撑不起我啊。403看着自家宿主的骚操作，嘴角抽了抽，扶额苦笑。宿主大大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疼晕了？顾婉宁选择性忽略，一把抽过他的手机，点开微信，点开顾年年的聊天界面，输入了一串字，发送。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累得几乎有点站不稳。现在每天消耗的精力比他之前一天都多。好累好累，我能不能现在也晕在这里，一觉不醒？403也真是无语住了。不能啊，宿主，你看这个顾年年不让你好过，还想让人搞你，还把你的小猫这样，你忍得下去吗？坏了，
这个是真忍不了。他是猫奴，上辈子一直想养猫，但是害怕自己养不好，一直没有养。现在原主有一只猫，他高低的去摸摸。系统现在也是知道了自己这个宿主主打一个喜欢毛茸茸，所以他变的动物也是毛茸茸，主打一个让宿主喜欢。顾婉宁一转头就看见一个少年，看上去很着急的样子，是沈念兰。他大口喘着气，平时清冷的模样也没有了，有的是淡淡的焦急。沈念兰怎么在这里？他怎么找到这里的？少年看着少女没事，以及很直接忽略旁边的人，问道：“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顾婉宁摇了摇头，没呢。你怎么找到的？沈念兰沉默了一瞬间，这个老师之前就有被爆出猥亵女同学的事情，只不过后面被压下去了。我挺担心你的。少女表示自己没事，貌似想到了什么，她启唇对着沈念兰说着：“你能帮我保密吗？”少年看着女孩有些祈求的表情，心脏跳动得更快了，下意识就点了头。第21章什么偷猫？这叫猫归原主。很快，顾婉宁就意识到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现在应该是上课了吧？就算我不怎么被人在意，但是沈念兰不一样啊。沈念兰顿了顿，状似无意地告诉少女：“我已经和老师请过一回假了，老师同意了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会来找人。”顾婉宁呼出了口气，放心了下来。那就好，这个礼物自己可是要给顾年年亲自单独来看的。捏了捏衣领处的微型摄像头，顾婉宁可谓是心情格外的愉悦。一想到顾年年吃瘪，她就开心。她思忖了一会，心里大概有一个人猜测：系统。顾年年赶在这个时候让那个何老师来，他是不是和老师说了什么？403真心的被这个宿主的敏锐度吓到了，心里莫名虚虚的。是的，宿主，他为你请了假。顾婉宁觉得顾年年真是要说有点心机，但是不多。少女心中隐隐的有一个计划在脑海里成型。403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就听见少女的声音再次响起：“403，你能检测到平安在哪里吗？”403秉承着绝对不对宿主撒谎的原则回道：“当然，我可是最厉害的403大人。不过宿主大大，你想干嘛？”顾婉宁理所当然的回道：“去接猫猫回家。”403，你要偷猫？顾婉宁有些无语，什么偷猫？会不会说话啊？顾年年那才叫偷猫，我这叫猫归原主。他转头看向沈念兰，对着她说：“沈同学，谢谢你的关心，不过你还是先上课吧，我有点事情要处理。”少年下意识拉住她的衣角，看见少女疑惑转头，他本来想说假如有事情就联系她，然后发现他俩现在都没手机，什么联系？脑电波吗？于是顾语塞，也放开了语气，却没有变化好。小猫咪妈妈来了。看着猫奴血脉觉醒的宿主，403默默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看着少女的背影，沈念兰恍惚了一下。此时此刻，在课堂上的顾年年打了个喷嚏，一股不好的预感如同毒蛇一般纠缠着他的全身。不过当他看见手机上的信息时，松了一口气，心中却隐隐有着一股奇怪的感觉。一下课，周围就和以往一样围来。年年，你今天又变好看了。是啊，年年，我有道题，不会，年年，你能教教我吗？顾年年只觉得真的很烦之前他格外享受的阿谀奉承，现在的时间都让他感觉十分煎熬。终于他受不了了，抱歉，我有点事情先走了。周围人都有一点奇怪的看着顾年年的失态，他的步伐越来越急，离得越近，他心里也越来越慌张，因为里面没有传出任何的声音。一直到打开门，他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就见到一个中年男人倒在地上，看上去晕倒了一样，嘴角鼻子都流着血。顾年年死死地捂住嘴，不让自己尖叫出声，手不断地颤抖着。他现在彻底明白了，顾婉宁现在不止智商变了，武力值也强了很多。此时此刻，顾婉宁独自一人偷偷摸摸地来到一座陈旧的房屋外，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霉味。这里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破旧小区，周围环境显得阴森而压抑。当顾婉宁踏进这个地方，就有些咬牙切齿了。天杀的顾年年敢这么对我家小猫！我不收拾了，顾年年，我不罢休！403瑟瑟发抖地看着杀气满满的宿主，来到门前，少女拿出了一根银色的铁丝，开始了，让系统呆呆的操作。撬门？不是啊，宿主，你属性上也没有说会撬门啊。顾婉宁一本正经出门在外，多少得有点绝活吧？撬门简直是易如反掌。PS， 哦，屏幕前的宝宝们，这是不好的行为哦，看看就行啦。Wink。系统这下子那是一个彻底沉默。这届宿主真难带，而且还藏私货。由于这个小区本身就很残破，门也自然而然的很差。不过一会就给顾婉宁撬开了，进去的那叫一个光明正大。里面还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的男人彻底的呆住了。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走了进来，她美得让人感觉心脏砰砰跳的那种，那双如同精灵般的瞳孔貌似有什么魔力，让人深陷其中。妈妈，她遇见初恋美女了，想谈恋爱。她看着少女，朝着她露出了一个礼貌的微笑。恍惚了一瞬，然后顾婉宁轻轻地关上门，再转头问：你好，有一只小猫，平安在哪里呢？壮汉过了一会反应过来了，
有点惊到了，警惕地看着他，不过立马平静，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能进来？”顾婉宁还是保持着招牌完美的微笑：“是顾年年让我来的，不然我为什么能够进来呢？好像是这个道理。”看着少女毫不心虚的眼神，以及铿锵有力的话语，都让壮汉也有些怀疑了，是不是自己记忆错乱了？可是他记得清清楚楚，顾年年就是没有说会有一个少女过来啊。他突然义正言辞地问顾婉宁有聊天记录吗？他可不是蠢蛋，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相信别人坏了？这个聪明点不好骗。顾婉宁点了点头，心里面其实有点慌慌的，对着壮汉说道：“有的，你过来，我给你看。”壮汉似信非信地走了过来，刚见着少女，掏出手机，准备低头查看。这个聪明点但不多，怎么顾年年专门找蠢货来侮辱我智商吗？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可惜晚了，自己的腰间被什么凉凉的东西抵住。他低头一看，是一把明晃晃的刀，而顾婉宁则还是保持着那个温和有礼的表情，却让人感觉不寒而栗。他下意识的想要挣脱开，却感觉自己根本动不了。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这个少女已经厉害到了用眼神气势压制就可以让人无法动弹？太可怕了！此时此刻，顾婉宁心中想的是：系统你的这个还挺好用哈，403被夸一下已经飘了。那可不，系统出品必是精品。第22章不是我猫呢？壮汉这下子是真的不敢动了，老老实实的了。毕竟他可不想有钱拿没命花的。阿魏，现在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壮汉看着少女阴沉沉的目光以及冷冽的气息，颤抖了一下，一下子就怂了，有些汗流浃背回复：去，我带你去。顾婉宁有一些愉悦的勾起唇角，心中有一股莫名的爽感。爱我装逼成功了，不过好累啊，今天一天都好累。系统这个技能还可以用多久？403查看了一下数据面板，回复到1分钟左右吧。好，宿主大大，宿主坚持住，想想你的猫时间够了，你现在先松开它吧，到时候你见机行事。403的嘴角抽了抽，最终还是不情不愿的答应了。自己这么伟大的能力，竟然是自己宿主拿来偷猫的工具，可是现在好像也只有猫和收拾顾年年能够让宿主提起兴趣了。少女扬了扬头，示意壮汉带着自己去看平安。壮汉发现自己终于能够动了，这下他可谓是彻彻底底的相信了女孩的实力。顾婉宁想让他动就让他动，不由得有点心有一点劫后余生的感觉，狠狠地呼出了口气。他小心地带着顾婉宁去了一个小屋子门口，生怕刀一下子陷入自己的皮肉之中。之前那个顾家小姐也没有说还会有性命之忧啊，这票干完他就金盆洗手了。太可怕了，感觉再遇见几个这个他真的要丧命了。壮汉身体微微颤抖着，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摸出钥匙，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插入门锁孔中。随着轻轻转动钥匙的动作，那扇紧闭的门缓缓被推开。然而当门打开的瞬间，一股明亮的光芒从屋内窗户照射进来，使得站在门外的少女心中不由自主的一紧。她深深吸了口气，竭尽全力保持声音的平稳，向着眼前的壮汉下达命令：开灯。与此同时，这位壮汉也陷入了头脑风暴之中。他意识到自己确实已经有一整天没有进入那个房间查看那只小黑猫幼崽的情况了。这个房间原本就是专门为他设立的活动区域，但那天他只是想让空气流通一下，于是便打开窗户。随后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他的思绪，紧接着他匆匆忙忙地关上房门，出去接听电话。接听完了之后就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他现在心里还存在着一点希冀，假如小猫没有跑走呢？可是当他打开灯的时候，房间里面的一切都亮了起来，屋子里面的一切都变得清清楚楚。这里的一切什么都是正常的，有猫粮、饭碗、水碗、小窝，就是没有猫。好了，这下壮汉心中的希冀啪的一下子就没了，心也凉凉的，脑子里面一阵让人难受的不行的眩晕。缓过神来后，在这一刻他发现自己又没法动弹了。以为顾婉宁要杀人灭口了的时候，只见少女缓缓地掏出一根麻绳以及一卷一个纸团，3下5除2就给他捆绑起来，然后堵上了嘴，最后拿走了他的手机。壮汉真的好想报警，有一种但是警察进来的时候会先捉他的无力感。虽然的确会先捉他啊，403震惊宿主，你竟然是用来干这个的。我以为顾婉宁之前看上去一直淡淡的，虽然也的确是淡淡的，但是他现在不淡淡的了。不是我猫呢？他心里有了一股莫名的害怕，甚至声音都不受控制的颤抖。真奇怪，自己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可是现在他就是特别着急，情绪几乎不受控制。系统，你现在能检测到平安在哪里吗？他现在怎么样？403知道这下宿主是真的着急了，也有点急，开始启动自己的能力追踪着小猫的位置，然后发现是模糊不清的，只感觉气运光环在隔绝他的探查。不对啊，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之前分明没有检测到有这个。他有些焦虑的团团转，他有一种要是这只小猫如果出事了的话，顾婉宁会和顾年年同归于尽的感觉。继续探测中，
终于有了一点好消息，火速跑去告诉自己的亲宿主。宿主大大，你的小猫平安现在在一个气运之子旁边，我检测不到在哪里，不过我可以肯定这个人对你的小猫平安并没有什么恶意，甚至还挺喜欢的，应该是准备收养。顾婉宁接受着这个消息，也算是松了一口气。系统看着光屏幕，对着顾婉宁提醒宿主大大，此地不宜久留啊，还是先离开吧，可以去一下图书馆、奶茶店之类的地方。顾婉宁缓缓地稳住了身形，头又疼又晕，又是之前的那种半死不活的感觉。过了一会，离开了这个房子，呼出了一口气。假如平安能够遇见了一个新的好主人也好，不用跟着他一起吃苦，他现在也不适合有牵挂。只不过他对于这个情感强烈的有一点过了。很奇怪，在阴影处，一个少年琥珀色的双眸含着笑意，乌黑的有些凌乱的头发被风吹起。他穿着正式的西装，皮肤苍白，看上去像是吸血鬼贵族的王子，一张脸更是雌雄莫辨的感觉。他半蹲下身子，摸了摸小黑猫的脑袋。此时此刻，平安用着一双忧虑的眸子看着他，眼神中是迷茫。但是平安几乎是下意识地蹭了蹭面前的少年，喵喵喵了几声，然后扑进了少年的怀中。他好像听懂了什么一样，有些玩味地看着那一抹离开的身影。啊，你说你迷路的那段时间遇见了一个姐姐，把你捡回家，她给你取名叫做平安。她挂着一抹很轻很淡的笑容，的确是一个好名字，你以后就叫平安了。是她吗？小猫又喵了一声，表示回应。是她啊，好，哪天我一定会带着你登门道谢。少年的声音懒懒的让人分辨不出情绪，然后抱着黑猫，转身彻彻底底的隐匿在了黑暗之中。第23章献仇献报。顾年年吓晕，在外面瞎晃悠了一天，还买了一些奇奇怪怪东西的顾婉宁，因为平安有些焦躁的心被系统安抚好不少。他是相信系统的能力的，系统这样骗他是没有好处的，毕竟纸包不住火。他迟早会发现403多多少少是懂这个道理的，只不过中途他还是感到一阵心悸难受，呼吸不上来，跑到厕所去呕吐着，身体和手不受控制的颤动，这是焦虑过度的症状。403急急慌慌的用着自己的能力为顾婉宁缓解着难受。他其实也挺心疼这个宿主的，可是宿主是随机分发的，他没有选择以及拒绝的权利。他不明白这个宿主为什么总是死气沉沉的，于是他跑过去了解了顾婉宁的上一辈子以及经历，一行闲字冰冷地叙述着顾婉宁的上一世。他是系统，没有什么过多的情绪，可是却在这一刻，他真真切切地从那一个个汉字之中感受到了窒息以及对于这个宿主的心疼。计算着顾年年放学到家的时间，他也打上了车。还好自己只要一出门没钱就不安心，于是就带了点现钱。今天可谓是派上大用场了。手中把玩着合力的手机，顾婉宁领口有一个纽扣一样的小饰品，其实就是微型摄像头。顾婉宁从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就知道按照自己现在的身份，会有无穷无尽的人来陷害诬陷他，于是找系统要了这个好看实用不容易被怀疑的微型摄像头。系统那当然是开开心心的给了他，毕竟对他来说没有坏处。顾婉宁虽然摆烂想死，看上去人淡如菊，但是也不是那种被欺负污蔑也不吱声的人，要留清白在人间啊。莫名贵族学校查的并不严，只要你穿校服了，就算头上顶着个圣诞树也没事啊。不是还有一条规则就是不能带手机，不能带手机这一条查的最严，学校美其名曰你都带手机来学校了，这学校不得乱套啊。这个但是几乎没有人敢违规，因为这个学校拥有着骄傲的资本，来这里上学挺难得，主要是幕后的那个校长身世才是真正的厉害。上一个违规的人手机不仅被收了，还挨了一顿毒打，被拽到学校讲台读了3000字检讨。顾婉宁对着窗外发呆，听见司机提醒才缓过神，点了点头付了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别墅门口后刚刚好和顾年年碰面了。顾年年的笑容有一些僵硬。姐姐。顾婉宁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顾年年，不由得少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下意识地抿了抿唇。现在的顾婉宁已经清清楚楚于她的套路了。年，看来过2天就要用这个计划了。现在哥哥们对他有了改观，晚点用就没效果了。顾婉宁沉默，扶额苦笑。过2天就是星期五，会是在1周1节的礼仪课上吗？既然要这么搞，那他就献仇献报吧。嘻嘻，他可不是什么忍气吞声的人。403瞬间感觉到了汗流浃背，只能够为顾年年感到默哀。你说你惹谁不好呢？非要惹这个阴郁的疯子不是？少女没有回答他，只是走向了客厅。家里的氛围很安静，今天大哥没有回来，只有顾母、顾年年以及自己3人。顾婉宁随意地扒拉了2口饭，就放下了餐筷子。只听见顾母声音温吞地说出了一个事情：年年，婉宁，你们的3哥顾青竹今天在校门口突然晕倒了，现在还在医院。顾年年第一个站不住，装出一副关切的模样，身体都有一些摇摇欲坠的感觉，眼眶中都有着泪水，看上去一副为哥哥担心的好妹妹模样。啊，3哥没有事吧？妈，我想去看看3哥。
眼神中的关切在看向深处时是明晃晃的阴毒。年呵，谁让他帮顾婉宁了？这下遭报应了吧？顾婉宁不动声色，步伐并没有停止，直径走去了卧室。在进房门彻底听不见声音的前一秒，就听见了顾母的声音：“不可以的，年年，你三哥最近变得不喜欢吵闹了，而且很晚了，你也该写完作业休息了。”少女心觉怪异，不过进了卧室，就勾了勾唇角，看着面前飞来飞去的小猫团，一下子抓住了403。唉，抓得住啊，毛茸茸嘟，好软，嘻嘻。403想跑，但是跑不掉，只能任由着顾婉宁胡乱揉吧着她，蹭了一蹭。系统感受着少女柔软的脸颊以及她温热的指尖，头都有一些晕乎乎的。不对，她可是系统啊，怎么能够这么堕落？可是她真的好软爱，算了，堕落就堕落吧，她还是得讨宿主欢心。夜黑风高，顾年年感觉自己的腿被一只手狠狠地拽住，本来迷迷糊糊的，却感觉自己脚上一松，脸上被滴了一滴滴冰冰凉凉的东西。少女有些迷糊地眨了眨眼，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她慢慢睁开眼睛，视线逐渐清晰起来。突然间，她惊恐地发现一个一袭白衣、披头散发、面容诡异的身影正站在她面前，那张脸苍白的毫无血色，眼神中透露出一种阴森的气息。长长的黑发遮住了大半张脸，但仍能感觉到一股诡异之极的氛围从她身上散发出来。少女的心跳瞬间加速，她试图往后退缩，但身体却像被定住一般无法动弹，想要尖叫却根本发不出声音。她更特么绝望了。而此时她才注意到一滴滴冰凉的液体正从那个女鬼身上滴落下来。这是谁年？这是刘晶晶、桂柏还是叶念？其中一人来找我索命了吗？突然女鬼发出呵呵的诡异笑声，顾年年，是你害死了我，是你。顾年年身体颤抖着听着女鬼声音，很低哑，却带着怨恨以及阴狠。我一直跟着你啊，呵呵。他感觉自己要喘不上气了。终于他看见女鬼拿出了一把带着干涸的血液的刀时，他终于能发出声音，惨叫一声啊，但是极其短促，然后晕了过去。此时此刻，女鬼将假发摘下，露出那张刚刚被遮住的脸，现在即使是很脏，却还是让人一下认出来，那是顾婉宁。少女拿出剪刀，把一撮头发剪下，放在了她的柜子里，然后再在她的手上滴了一滴假血，很满意的笑了笑，然后从窗户翻了出去。第24章，不要畏缩，不要害怕反校园霸凌。星期四的放学，顾婉宁正准备上车回到顾家，突然她站在外面，看见小巷子里面一个个被团团围住什么的身影，像恃强凌弱的感觉，不确定，准备上去看看。姐姐，你现在不回去吗？少女挥了挥手，声音淡淡，不用，你们先回去吧。从昨天开始，她就让每次放学司机把手机给她带过来，现在手机在手前，也在手，刀也在书包和兜里面。顾年年自然是乐意的，让司机先走。不一会就离开了。顾婉宁几步走上前，就见着一个头头女生带着一群人围着一个看上去可可爱爱的少女。喂，听说刘毅喜欢的那个人就是你？你就是张月？那位名叫张月的少女身体颤抖着，身体看上去很害怕的样子，声音也小小，我是张月，但是你们口中的刘毅我不知道。贵族学校的霸凌实在常见，像这种因为成绩被特招进来的人是最容易被针对的了。学校会管，但是管不过来，而且很多受害者都被有把柄在手，都不敢告状，在校外也管不了，很多人也不想惹麻烦。顾婉宁看着面前唯唯诺诺的张月，有些恍惚。少女含泪的眼角，以及瑟瑟发抖的身体，肿胀的脸颊，这一切莫名的和一道一模一样的少女重合。顾婉宁看着为首的那个正准备挥拳头的时候，一下子上前握住他的拳头，眼神冰冷的可怕，仅仅用一个眼神就让几人愣神了一下。康玉姐，她干嘛？那个名叫康玉的头头缓过神来，明显很生气。你谁啊？我劝你别管闲事，康家你惹不起。顾婉宁还是那样懒懒的，看上去并不害怕的样子哦。那我好怕怕哦。看着少女调侃阴阳的模样，更加生气了。你在找打吗？顾婉宁晃晃悠悠的，缓缓的从兜里掏出一把刀，含着笑玩弄着。没事，你们一起上，我的刀可是不看人哦。几人看见刀，明显的被吓住了，都犹犹豫豫的不敢上前。康玉暗骂一句废物，可是他也不敢妄自上前，毕竟就算是一个小婴儿拿着刀也是不容小视的。这种又当又立的窝囊废根本不用武力解决的吗？顾婉宁猛地一下子上前，明晃晃的刀直挺挺的刺过去，几人都吓得尖叫都散开。少女趁着这个机会一下子抓住张月的手，跑。张月还没反应过来，只是愣愣的跟着顾婉宁跑着。在不远处，一个少年疑惑的看着顾婉宁的方向，奇怪为什么会有声音，然后施施然的走进巷子。本来吵闹的巷子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两人一直跑呀跑，张月的心跳如同战鼓一般，咚咚咚的跳动个不停。他能够清清楚楚的感受到那股清冷的风带来一丝丝凉意，他的发丝也被风吹得飞扬起来。这种感觉对张月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
他曾经无数次在奔跑中感受过这样的自由和畅快。陌生的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验到如此纯粹毫无束缚的奔跑了。一直到一个药房，顾婉宁拉着他停下来，喘了口气，看了看后面，发现没人，带着张月去了药房，买了一个冰袋，然后离开，缓慢地走到一个椅子的地方，一起坐下。在这期间，张月手拿着冰袋，什么话也没有说，顾婉宁也就安静着。谢谢你。听着张月细如蚊的声音，顾婉宁看向他，还是那样的面瘫脸，却在少女面前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没关系的呀。在阳光下看上去像是天使坠落凡间来拯救他一样，连声音都是这么的好听。眼泪不由自主地顺着眼角掉下，莫名的他开始哽咽，手颤抖地擦着泪水，一遍遍地说着抱歉。顾婉宁抱住他，轻轻拍着他的背，感受着少女连哭都是这么小心翼翼。张月是家里的老二，家里有个姐姐，暴躁的妈，隐形的爸，以及破碎的他。他长了一张看上去清纯无辜的脸，楚楚可怜，却因为一个人的喜欢，他被人造谣是在外面卖的，以及是狐妹子，一次次被堵，一次次被霸凌。父母也因为姐姐的学业问题发愁，间接性的向他身上撒气，一点点的折辱着他的精神以及心态。他绝望了，他已经对于生活不充满希望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今天会有人救下他。终于他缓了过来，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顾婉宁，但是他很好奇的问，你为什么会救我？他们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顾婉宁顿了顿，为什么要救下他？当他看见少女无助的模样，就想起了上一辈子的自己，也是这样的提心吊胆，害怕着崩溃。当时他想，假如有人能够带他逃走就好了，只可惜不会有人。那样的噩梦，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他当时脑子一热就跑了过去。也许他救不了所有人，可是能救一个是一个，不是吗？因为自己经历过苦难，所以想着能够拉别人一把，路见不平罢了。我不怕麻烦。他眼眸中还是那样没有情绪，在阳光的折射下像水晶一样璀璨着。看见了吗？他们其实很怂包，只要你拿着刀，他们就不敢上前了。顾婉宁声音轻柔，他们的家族没有实力到杀人灭口，顶多在普通小家小户来个威风罢了。只要你反抗起来，他们就怕了。少女缓缓地握住张月的一只手，将刀递给他。张月，你拿起刀，反抗这一切。真正的有钱有实力的家族并不会想着来霸凌你的，为什么要害怕呢？他们只是无能才来欺负你。不要害怕，不要畏缩。张月愣愣地看着顾婉宁，眼泪又掉了下来，好像一切的枷锁终于挣脱开。洋娃娃有了自主的意识，他彻彻底底地变成一个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告诉他。是啊，他们只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能力，所以才来霸凌他。为什么不让自己的自身魅力让别人喜欢呢？张月，当时父母还是很爱他的时候为他取的名字，掌中月。第25章哦。怎样？杀了我？顾婉宁缓缓地站起身，他只能帮着张月到这里了，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然后就开始想着接下来要不要送他回家后再回家呢。就听见一辆车急刹车的声音，少女缓缓抬起眸，就见到一辆让人十分眼熟的豪车停在了道路旁边。车上下来了一个浑身上下都充斥着低气压的俊美男人。顾婉宁第一眼还没有认出来，不是这哥们儿谁啊？定睛一看，嚯，这不是我那便宜大哥吗？听见这个新生，顾玉安的心情更差了。什么叫便宜哥哥？多冒昧啊！自己明明是顾婉宁户口本上名正言顺的哥哥，还是嫡哥哥。看着顾婉宁一如既往的冷漠眼神，他不由感觉很烦躁，下意识的有些情绪化的想要拽住顾婉宁的手。他这样对待顾婉宁粗暴习惯了，所以没想到顾婉宁也是一个小女孩，并不喜欢别人这么对待自己。但是张月一下子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站起来将顾婉宁拉后了一步，看上去是想要保护顾婉宁的模样，有些警惕的看着面前的人。他对于感情是很敏感的，也能够感受到顾婉宁对于面前的人是没有任何喜欢的感觉，而且面前的人看上去也不像好人。顾玉安一把抓空，终于反应过来自己太过于情绪化了，呼出口气，婉宁，该回家了，很晚了。顾婉宁只是淡淡的看着面前的男人，哦了一声，不冷不淡，转头看向张月的表情，那叫一个温柔大姐姐的模样。张月，你愿意吗？少女被面前顾婉宁的笑容晃神，愣愣的答应了，耳朵也有点发红。当然愿意，这种场面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怪异感，但具体是哪里奇怪却又说不上来。顾婉宁心中暗自嘀咕着，随后便摇了摇头，不再去想。她将目光投向顾玉安，脸上的表情瞬间发生变化，原本挂着的笑容虽然还在，但显得有些僵硬，仿佛只是为了应付场合而强行挤出来的。这种笑容看上去很虚假，完全没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不过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况且此刻是他有求于对方，现在最好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官方微笑。那你顺带帮我把张月也送到他家吧，工具人摆在这呢，现在还热热的，不用白不用。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自己又不是没法打车，钱包够大。顾云安看上去有些烦躁地说道，他自己没长腿，要你送他回去。张月有些尴尬，大概也看出了两人关系不一般了，看上去十分熟悉的样子，但是顾婉宁却微微挡在了他的面前。我就是要送他回去，我不放心他如何呢？其实顾婉宁顾虑的很多，她有点担心张月一个人回家路上被报复，况且估计看张月书包也被翻得乱乱的，估计钱也被抢了，好不容易就下来了，今天还出事的话就有点那个了。那他怎么回家？走。顾婉宁所剩不多的爱心和良知不放心，给他钱让他自己打车。算了，这不是有个现成的吗？干嘛要等这么久？现在连个出租车的影子都看不见，也不知道要等多久。你真的一定要送他回家？男人现在是真的又气又好笑的感觉，硬是挤出了一抹勉强的微笑看着他。顾婉宁还是懒洋洋的模样。哦，怎样？杀了我？好，上车。顾婉宁顿了顿，当然也只是愣了一瞬，就立刻拉着张月上车。这么好说话，应该不会有诈吧？顾于安感觉自己的额头跳了跳，感觉自己的承受能力那叫又上一层楼。转头问张月：“你家在哪里？”少女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抿了抿唇，几乎是下意识就脱口而出，很麻溜的报出了家庭地址。她现在打量着这一辆车，起码上千上百万，内里布置也是极致的华丽。她也明白了，顾婉宁是富有人家的小姐，并且不是一般的有钱人家。可是为什么他们的关系看上去一点也不好？她能感受到少女下意识的避开男人的触碰，以及冷淡的模样。难不成顾婉宁也不怎么受到家里人喜欢呢？那她还帮助他，不怕惹麻烦。越想张月越觉得一阵阵感动，顾婉宁则是被盯着，感觉后背发凉。怎么一个两个都喜欢盯着我看呢？然后扭头就看见了张月含着感动以及泪水的眸子。不是，还喜欢脑补啊？沉寂了一天的403突然跑出来，对着顾婉宁报道：宿主，攻略人物杜月好感70%，叮咚 XXXX。 顾婉宁真的有些震惊到了。不是，你说他是谁？杜月？他不是叫张月吗？顾婉宁记得在原书中，是顾年年在杜月自杀的时候救下来了他。可是原书中描写的杜月是黑长直的腹黑白月光般的美人，不算很美，却是有着一股莫名的勾人。后面是天才女大佬扶持着顾年年一步一步成为团宠马甲小公主，但是由于杜月这个角色呼声太高，想让她当女主，作者只好让她死翘翘了。此时此刻的张月愣愣地听着这些，这是什么声音？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自己的脑海里面？他之前的确是有改名叫杜月的想法，张月最后改名叫做杜月了。顾婉宁有一点点头大，不是，自己怎么又和主角团有了牵扯？我现在一头撞死来得及吗？天杀的！张月低着头，大脑开始飞速地运转起来，他全神贯注地整理着脑海中的信息。他非常确定，这绝对不是幻听。顾婉宁的一些细微表情正在随着那个奇特而怪异的声音发生变化。更为奇怪的是，这个声音似乎还自带特效音效，不是拍电视剧呢。与此同时，少女并未开口说话，但是声音还是很清晰的在她的耳边回荡。她发现顾婉宁好像和她一样，属于心理健康不怎么好的样子。经过一番思考后，张月发现顾婉宁似乎对未来的某些事情有所了解，并且知道细节。就在这时，403突然间化为实体形态，然后懒洋洋地趴在少女的肩膀上。那宿主后悔救她吗？顾婉宁顿了顿，拖着下巴，不后悔，我并不后悔救了张月。张月顿了顿，心脏狠狠地跳动的。第26章下头普信男。一直到豪车到达目的地，张月下车，顾婉宁从始至终都没多说过几句话，只是在少女下车的时候说了一句再见而已。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了，天已经开始暗下来。张月家的住处离豪宅区很远，顾婉宁这下才想起自己好像一直没怎么看手机，于是拿出手机，发现几乎都被信息轰炸。她平时就爱开静音，只不过有点疑惑，怎么会有那么多消息？电话信息，甚至连银行卡、支付宝账户都是99，什么鬼？他那当然是第一时间跑过去看看支付宝账户是什么。我去，好多钱，好多钱，好多钱！有顾青竹的，有顾温的，顾青竹的占一大半，每发1万就会附上一句话，并且是自愿赠与。妹妹你在哪？妹妹，你为什么不理我？妹妹，你是不是厌烦哥哥了？一溜看下去，他都觉得有些迷茫了。这个顾青竹最近到底发什么疯？不仅好感给我涨到那么高，还莫名其妙那么关心我。然后少女又翻了翻微信，电话有顾父顾母的，有一小部分顾年年的，反正大多数都是家里人。今天是有什么事情吗？怎么都那么关心我？我服了。之前见原主在外面消失那么久，也没见人那么关心啊。顾于安捏着方向盘的手顿了顿，沉默了一会儿，缓慢地说道：今天严家小少爷来了。难怪呢，是让我想道歉去。男人很想问，难道就没法是关心你吗？可是这句话他终究还是问不出口。他又想起来在之前
顾婉宁无数次晚回到家都是因为他们有事情，所以才联系他，不然可能他在外面一天也不会说什么，只会觉得这个丫头越来越野了。而现在少女的认知是因为长期以来习惯了他们这样对她，心脏莫名的一痛。顾婉宁倒是不怎么在意那什么少爷，反正道歉是挺简单的，只不过她不会说而已。一直到家门口，少女都有一些昏昏欲睡了。这几天她感觉自己什么事情都干过了，硬是就差飞檐走壁了。顾婉宁已心累，下车一到家门口就看到一个充满熟悉的声音啊！你这个孽障，给我跪下！刚回来的少女，老子还没反应过来。啊，我妈！一只手指着自己，看上去是真的疑惑不解的样子，让顾府更生气了。我不叫你，我难不成叫的别人，你自己做的事情没点数啊？顾婉宁这下是反应过来了，还真给自己猜对了，只是懒懒的靠在门框上。抱歉啊，刚刚有狗在叫，我没听懂。顾父自然听出了是少女在内涵他，更加生气了。顾于安下意识皱了皱眉，微微上前挡住少女。爸，力气别这么大。看着男人一副今天不让顾婉宁跪下就不罢休的样子，少女只是叹了口气。总有人爱上前找骂。转眼他就看见一脸幸灾乐祸坐在沙发上的严安谈，大概就知道是他跑来告状来了。我说呢，为什么这2天那个被我打了的男的为什么静悄悄的？原来是在悄咪咪憋大招呢。其实也不算大招，感觉憋了坨屎。一旁的顾温听着少女的心声，有些没绷住，差一点就笑出声来了。不过还好，依靠着多年的憋笑经验以及职业素养，还是没有笑出来。顾青竹一下楼就看见这个画面，自己的父亲站在顾婉宁前面，怒气冲冲地指着，而顾年年则是在顾母身后躲着。自己的大哥有点维护顾婉宁的意思，顾温和严安谈则是站在后面，有点看戏的意思。顾婉宁懒懒地倚靠在门框，一点也不慌不忙，一副你有种杀死我的感觉。唉，感觉跟这种人吵好没意义啊！我现在还困困的，不能杀了我，只会嘴炮让我痛一下。旁边还有个告状金，哦，应该是2个，要不说是小夫妻呢。锁死！看着顾婉宁一副已经神游了的模样，上前想要扇少女巴掌，却被上前来的顾青竹抓住她的手。顾府感觉自己都快要喘不上来气了，这个家到底把他当做什么了？你们真是反了！顾于安缓缓上前叹了口气吧。你冷静点，你先说是什么事情，让婉宁也好好了解一下。少女现在是真的感觉很困，来到这个世界，自己好像一天就没歇停一下。明天还要迎接顾年年的一些奇葩操作。叮咚，杜月好感度加3。PS 好感度1%到10%是陌生人，10%到30%是朋友，30%到50%是比较亲密的朋友，60%就是喜欢，但是不太明显，60%到80%就是彻彻底底发现自己喜欢了，100%就是给命文学了。这里的喜欢可以指很多友情、爱情、亲情，好像一直没跟你们谈过。顾婉宁这下是真的有些迷惑了，不是现在自己人还不在面前呢，怎么就加好感了？但是顾府声音之大，成功的吸引起了少女的注意那种。他扇了严家小少爷的脸，这件事情还不够我让他跪下道歉吗？顾婉宁嘴强选手，那叫一个不甘示弱，几乎是下意识的就脱口而出。他被我扇巴掌的原因，你是只字不提啊？男人有些噎住，却还是强词夺理，人家只是拉住你，你没必要扇巴掌吧？少女这下是真的翻了个白眼，感觉这个蠢货都没救了。哦，那我让你把你公司给我。哎呀，小说里面的豪门都那么详致吗？感觉得了失心疯一样被剧情操控。严安谈这下也不看戏了，怒气冲冲的上前。顾婉宁，我知道你在欲擒故纵，但是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别逼我现在就去找家里面人和你退婚。少女上下扫视了一下这个弱鸡，感觉自己都要变成许庆了，这个白眼真是翻不过来。这人到底是有什么自信啊？有些时候太过于有自信也不是一个好事，怎么一个2个都那么颠？然后缓缓地吐出了5个字：下头普信男。第27章，你又懂了。看着严安谈气急败坏的模样，顾婉宁是真的觉得都有病，知道自己脾气不好，一堆人还总是上来找不愉快。真的很困啊，喂！听着顾婉宁吐槽的心声，再看着她明显有些困倦的样子，顾青竹几乎是下意识的想要带着少女回她的房间，让她好好睡一觉。自己的妹妹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好像只要是在他们家，她就很累。严安谈一下子冲上前，有些愤怒的想要拽顾婉宁的头发。卧槽，这是超雄系统怎么回事？这人设崩到10万8千里了吧？403，这下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是该笑呢，还是该哭呢？好吧，的确是想让自己的亲宿主大人将这个世界的意识唤醒，让这个世界重新回归到一个正常。可是现在男主这个情况有点那啥了，宿主因为脱离剧情的原因，男主也会脱离原著的人设掌控，彻彻底底暴露本性。宿主，你还记得原著男主的一些描述吗？顾婉宁这下是没有心情回系统的声音了，那叫一个快速的躲避。
严安谈发现自己抓了个空愣在原地，然后就感觉头发一痛。少女那叫一个十分果断干脆，狠狠地拽上了他的头发。这哥们儿不想让自己好过，自己当然也不会让这哥们儿好过。今天不把这个仇报回来，他大晚上都得坐起来骂一顿。不是他有病吧？没办法，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性子，真难过。然后顾婉宁狠狠地把头发往下一拽，严安谈发出尖叫。少年想要挣脱开来，却发现少女的手劲格外的大，自己只要一转头，就只有头发掉光的份。顾年年看的那叫一个害怕，他只是弱弱的躲在顾母身后，看着顾府马上就要上去的模样。女人眼神闪烁了一下，立马上前调和，想要让顾婉宁松开。哎呦，婉宁你快放开，你看你这不是搞回来了吗？这样就够了。少女看着顾母缓缓的松开了手，她自然能感受到是这个人在给自己递台阶，仇得报，自然是需要一个及时止损的人来调和，不然到时候顾府上来的话会麻烦很多很多。看着顾婉宁终于空闲下来的手，又看见马上就要爆发的中年男人，少年立刻上前轻轻拉住了少女的手，带着她走上了楼。中途一眼也没有看过顾府，这个家的确是不太在意顾父了。叮咚，顾恩好感度加 5%。 顾婉宁大概知道少年准备把自己拉去房间休息，不由得啧舌。顾父明显是气得不轻，周围的人也很识趣的上前安慰他。而严安谈其实本来也不是很重要，两家势均力敌联姻并不是必需品，只是想要借此机会来教育一下少女罢了。没想到顾婉宁，对方已经阅读了你的教育并回应你一巴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个家也是所有人好像都开始在维护顾婉宁，而自己却又无能为力。顾青竹成绩很好，就算没有家里的帮助也可以独自更生，当然家里的二哥和大哥哥是绝对不会看着自己的三弟在外面吃苦的，所以这局必输。话说顾青竹怎么突然跟被夺舍了一样啊？403没有吱声。顾青竹的步伐慢慢加快，强忍着心里的难受。这是第二次牵妹妹的手，应该说是第二次好心的牵着妹妹的手。之前很多次自己牵着少女的手都只是为了恶搞她，并且报复她，现在才知道以往的自己有多么可笑，多么可悲。莫名的眼眶还红起来，他开始庆幸顾婉宁并不在意，他并没有看见现在自己狼狈的模样。当然就算看见了，少女也只会装作没看见，无人在意罢了。他心里又默默地想起来了，自作自受。回到卧室的少女直接扑在床上，整个人像一个八爪鱼一样。哦，四爪鱼，软趴趴的躺在床上。你之前不是问我男主的人设是什么吗？其实我没有太大的了解，之前就觉得这个男主很混混，要不是有家世以及容貌撑着，根本当不上男主的感觉。403叹了口气，成了实体的模样，在少女的面前蹦蹦哒哒的。原书男主作者有描述过是个超雄，只不过在剧情里面控制得很好，毕竟是人设嘛。就是因为作者的美化超雄，所以才引得很多小女孩误入歧途啊。顾婉宁哦了一声，声音有些迷迷糊糊的。这年头真是什么都过得了，审了也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看下去的。这跟风情什么摇晃有啥区别啊？感觉在这个世界活着好麻烦啊。就3个星期不到吧，就那么多逼事，感觉自己的肩膀上多了一个软趴趴的东西。403选择性的忽略自己宿主的一些悲观话。宿主为什么不把那些聊天记录给自己的哥哥们看了，让所有人都认清他的真面目？顾婉宁上下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打了个哈欠，尽量趁着清明回复自己的小系统。当所有的舆论聚集在一堆接连爆炸的爆发力不给对方反应，那这件事情绝对会事半功倍。懂了吗？我还是很讨厌麻烦的，喜欢能够一次性解决的就绝对是一次性解决。403呆住了，没想到自己的宿主居然那么牛逼，平时看上去没什么心机，看上去特别摆烂的模样，实际上把他惹急了，谁都别想好过。403觉得自己这个宿主真的有太多他看不懂的东西了。我懂了，宿主，你是准备一次性除掉顾年年少女，现在都有些断断续续的了。你又懂了？不是啊，这样最起码会给他一个致命的打击。不是有什么女主光环削弱，到时候他的系统绝对也会削弱能力。系统听到一半就发现自己的宿主不说话了，有些着急的上前，发现面前的少女睫毛颤动，呼吸平稳，看上去已经是睡着了，的确是有些为难自家小宿主了。然后他缓慢地消失在了原地，回到了自己的神识空间，晃晃悠悠的为宿主监察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第28章，我家宿主超绝起床气。此时此刻的另一边，顾年年有些失魂落魄的回到了卧室。为什么会变化那么大？他现在的脑子已经快转不过来了。以前这里的一切都像是为他而服务，所有的巧合都会为他制造机会。可是自从顾婉宁突然变得性情大变，这里的一切好像都开始偏爱起了他，为他铺路。不他不甘心，他之前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一步一步成为了万人之上的团宠，所有人都甘愿的牺牲自己，而为自己铺路。而顾婉宁永远都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那个老鼠，
以前的顾婉宁好像也有什么抑郁症，但是却没有现在这么疯，这么暴力。系统，我该怎么办？假如这一切都开始偏向那个女人，该怎么办？我再也没有天道的宠爱。绿茶系统叹了口气，的确他能感受到现在的天道渐渐的不再偏爱自己的宿主，反而渐渐的步入正轨。这一切好像都会变得崩盘，都不在自己的计划之中啊，简直就是一个头两个大。先实施了那个计划，再看看究竟是怎么样的。顾年年缓了一口气，尽量的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可是手却越来越抖。刚刚拿起柜子上的水杯，就因为手抖将水杯不小心摔碎了。柜子里面还有一些东西，顾年年有点害怕被水浸湿，立刻打开抽屉。但是打开抽屉的一瞬间，他的脸就白了。里面的一撮头发，他太过于眼熟了。之前的那个女鬼，当时自己还没有当一回事儿。这个一撮头发绝对不是自己的，那么也就说明是那个人或者鬼留下的。少女感觉自己呼吸都要骤停了，手更加抖了。顾婉宁才睡了没一会，就感受到了外面有敲门声。她感觉自己有一股淡淡的死意萦绕在身上，但是根本不想动弹啊，因为脑子都还没有清醒，更别提身体现在动弹一下了。系统检测了一下，门外的这是恩顾温。顾婉宁真的感觉很烦啊，无论自己再怎么不回复，外面还是有着敲门声。谁这么不长眼睛？呸！不长耳朵！自己一直没回应，就说明是自己睡着了。天杀的，到底是谁啊？好烦！真的是403，门外是谁啊？系统很上道的回复青青宿主酱，门外的是你的二哥顾温哦。在门外的顾温有些期待的想着少女会怎么想，也许会有些惊喜呢，或者说别的什么的。然后就听见少女平静的声音，你能不能出个让他不能再敲我们的功能？403有些为难，这个恐怕不行哦。顾婉宁那叫一个特别顺溜的说出口来，退一万步讲，像你这种专门为宿主服务的系统，就不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法出。系统迷茫，系统疑惑，系统恍然大悟。好了，现在告诉我他有什么急事吗？403很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宿主，明明已经清醒了，却还是不肯去外面开门，化成实体团子握在他的怀里。宿主，你不是醒了，可以去门外看看呀。顾婉宁心满意足地揉了揉怀中的小团子，我起床了，关我不想动弹什么事？403觉得倒是有道理，立刻汇报他给你带饭来了。顾婉宁直接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开门，露出职业假笑。这一系列动作系统都没有反应过来，就看见自己的宿主已经做好了，并且已经微笑地问候面前的人：顾二少爷，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顾温对于这个称呼有一些不适应，却还是将饭递给了少女。晚上不吃饭容易得胃病，这个你拿去吃吧。少女露出一个真心的微笑。好吧，这次她是真的饿了，而且特别饿，吵了那么久还没有饭吃，现在有人来送，自然是开心接受，并且想转圈圈的。谢谢，顺手接过，然后关门。系统，宿主这……顾婉宁还是很优雅的吃饭，看着系统有些目瞪口呆的表情，温柔的问候了一下。怎么了？403酱。很明显，因为吃饭让他心情都变好了不少，不用下去面对烦人的爸，冷漠弟妈，粘人的三哥，神经的大哥，在这个家里，感觉你就二哥有些正常了。唉，不多见啊，不多见。虽然也没有正常到哪里去。慢吞吞的吃完饭，少女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点困，毕竟这几天她精力消耗那么多，都是因为能睡很久才能支撑的。也就是说，睡觉相当于充电器，能给自己补充能量什么的。缓慢的继续躺上床，盖上被子，吃饱喝足是睡觉的最好时机。迷迷糊糊的时候，门外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顾婉宁这下真的有点怒了，一个两个的，为什么都不喜欢自己睡觉？自己睡觉招他，惹他们了吗？不是有病啊？谁啊？系统，他有什么事儿吗？听着少女还是有些含糊的声音，系统都有些怜悯了。宿主是你的大哥，好像只是想跟你谈心，没有什么事情。顾婉宁很顺溜的继续睡下去，但是门外的敲门声和之前一样一直接连不断，好像自己不开门就不罢休也，特别的烦躁。顾婉宁狠狠的呼出了口气，这下也是彻彻底底的睡不着了。一般自己被搞醒2次之后，也只有失眠的份，但是很困关他睡不着什么事，毫不犹豫的抄起一个枕头，狠狠的砸向门口。滚蛋，他可不觉得自己的系统会骗自己，并且他也没什么好跟这个家里人聊的，感觉一旦跟这个家里面的人聊天，自己的运气就会变得特别差，而且绝对没有什么好事，有些时候真的挺想报警的，但是不知道该报什么警。403这下是真真实实的有些愣住了，这难道就是自家宿主的超绝起床器吗？看出来很吓人了。系统有些害怕，系统畏畏缩缩，系统庆幸还好自己不爱在宿主没睡醒的时候叫，不然不敢想象自己会被骂成什么样子。尹老师，求宿主放我。站在门外的顾玉安有些愣住了，看着含着笑，路过自己的顾温，就知道自己被诈骗了。第29章救赎。顾婉宁在床上可谓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内心烦烦的，但是又根本不想动，又累又烦，真想给自己来一刀。无数次烦躁的时候，只有疼痛以及鲜血能让自己感到清醒平静。伤疤很丑，却能时刻提醒着自己，这一切都不是梦。有些时候真的很想死，但是觉得该死的另有其人，又觉得还不如拖着一起死，还是好累，不想动。403变成小猫团在自己宿主怀里拱着，宿主大大，不要想的那么悲观了吗？少女那可谓是一个十分顺手的揉了揉403的爪爪。系统看着面前宿主的模样，少女乌黑的长发随意的散落在枕头上，眼底明显有着乌青，一张漂亮精致的脸上却有着很明显的厌世，皮肤比一般人都白，瞳孔好似乎永远都是阴沉涣散的。403经常在自家宿主怀里，自然能感受到少女几乎是消瘦，有一种淡漠干净的美感，却让人感觉有些不敢接近。无论是有没有以前的资料，他都能感受到自家宿主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不怎么爱吃饭的人，除非实在是饿了。系统低着头，虽然永远都是自称着世界上最伟大的403大人，但是他接触的宿主几乎都是要么阳光向上，要么有很强的求生欲，要么因为美好的家庭而不舍得。可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能遇见这种宿主。死气沉沉的看了以前的经历，也觉得他还不如死了。可是系统总的来说还是自私的，因为这个宿主死去，也就意味着他也会被磨灭。那该怎么办？内心犹豫挣扎，最后干脆不想。他只是一个系统小小的脑袋瓜里面装不下那么多感情，因为在初始设置中，主神给他们的一些指示就是感情是没有用会阻碍自己的东西。顾婉宁缓缓地起身来到落地窗面前，窗户外面是已经完全黑暗下来的天空，无数负面交杂着的情绪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接下来的行为不要模仿我女阴暗点，但是我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不要模仿，不要模仿，不要模仿。他低垂着眸子，眼神晦暗不明，后退转身一点点来到自己的柜子面前，打开抽屉，里面有着各式各样的刀。顾婉宁在上一辈子就有收集着各种可爱刀的喜好，发现大城市就是好，真的有卖这种的专卖店，很萌，于是买，随便抽出一把。403发出尖叫声，宿主你要干嘛？不可以啊，宿主打咩呀。顾婉宁随手揪起自己的小系统，好像很心累的模样，静静地依靠着墙，不要阻止我，就让我发泄一会儿吧。403很明显地听出少女语气中的疲惫之意，一下子就蔫了下来，然后不吱声了，只是可怜巴巴地看着少女。他知道现在假如阻止了他，顾婉宁会更疯，不如让他现在发泄出来。少女用刀来解决自己的痛苦以及无与伦比的负面情绪是错误的，可是那又如何呢？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不是他说改就能改掉的。刀刺入皮肉的声音，痛感缓冲着，如果这是正常人挨上一刀的话，肯定是会痛得不行，可是这是顾婉宁，并且是崩溃版。这几天已经消耗了他的太多精力和太多能量，不能用睡觉来补充，就只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求你们了，不要模仿。好像没有很痛，猩红刺痛了双目，也引起了兴奋。403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宿主现在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宿主，你想想平安，你想想他，你还没见过他，而且你还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一提到平安，顾婉宁就觉得头和心脏都特别的痛，几乎是刺入灵魂的那种，恶心、反胃、痛苦，耳边无尽的耳鸣，那一抹红色缓缓地顺着手流下，他大口地喘息着，身体不停地颤抖着，他落泪了，胃也拥有着一阵一阵的痉挛，跌跌撞撞地冲入卫生间。顾婉宁刚到马桶旁边就一下子吐了出来，辱骂声、哭泣声、尖叫声都不断地刺激着他的耳膜，他感觉自己现在浑身都很疼，边吐他莫名其妙的眼泪也就落了下来，不受控制，腿软的不行，手也特别的抖，血液一滴一滴的落在刚刚走过的地方，很深的伤口。系统着急忙慌的赶过来，看向自己的宿主，手里捧着一个药，很小的一个圆片。宿主，你快把这个吃下去，稳定一下情绪。顾婉宁并没有倔下去，发病她也很难受，拿起药就吞了下去。这个药很管用，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到自己体内的躁动，渐渐的平复下去，身体上的难受也缓和了很多。403又和变魔术似的，掏出一大堆医疗用品，他缓慢抬头，有些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宿主。宿主，假如每次这种时候，你会希望有个人来陪你吗？顾婉宁抬了抬眸，发病的我很丑，不希望。403还是坚持，那宿主你相信，在你难过的时候会有救赎吗？顾婉宁呼出了口气，脑子有些缓慢地思索着这个问题。救赎吗？他的确是以前想过，在以前无数个被家暴、被欺凌的夜晚，在以前被嘲笑的语言攻击的时候，刚差点被凌辱的时候，当每次活不下去的夜晚，自己都想过，只不过是以前罢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
有些人也不知道从哪得知了自己的一些悲惨的过去，打着要拯救自己的名号，将自己推入更深的深渊。可笑的是，他甚至还对那些人抱有期望，救赎以前有过，现在没有了，也不信了。突然他抬头映入眼帘的是一抹银色短发的少年，静静地看着他，那双蓝色的双眸清澈见底的，身上穿着的是很常见的卫衣，耳朵上还戴着黑色十字架耳夹。一个少年蹲在了他的面前。顾婉宁顿住了，这是谁啊？怎么还大变活人呢？第30章，不是你403。顾婉宁下意识的想要后退一步，却发现后面根本没有可退的地方了。你是？少女这下子多多少少是真的有一点点懵了，自己什么没见过啊？没见过大变活人的阿妹子。403，很清润的少年声音。顾婉宁睁大了眼睛，面前这个看上去酷酷的屌屌的少年，是403不是？这人403，没搞错吧？少年骨节分明的手拿起棉签和消毒水，牵住少女的手，看着顾婉宁手上狰狞的伤口，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这个，我下手了，你疼的话就告诉我。403下手明显有一些笨拙，并且迟钝，小心翼翼地捧着少女的手，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为顾婉宁消着毒。身为系统，他不知道痛是什么，但是通过他的资料库，他能知道这是一种很让人类难受的东西。难受，就跟自己原本马上就要完成的任务，宿主突然恋爱脑死活不肯完成下一个阶段一样难受。妈呀，这也太恐怖了。403，你怎么可以维持人形了？少年仔仔细细的先为少女消了一遍毒，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很需要人陪伴。刚刚搜索了资料库，听说很多这种病的人发病都需要人的陪伴，所以我用了一些之前完成任务的积分化成了人形，不过只能维持半个小时左右。少年的声音很好听，属于那种都可以去当声优博主的感觉，不像之前的电子音一样冰冷的，带着些若有似无的清冷。顾婉宁有些好笑的看着他，你就不怕我看见人更激动了吗？403低垂着眸子为少女清理好伤口，对上她的眼眸，一向不知道什么是感情的他的双眸子中也是冰冷的，可是现在却带着一些认真。宿主，我了解过你的以前，也了解过你的现在，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情绪，所以我能知道你是渴望有人能陪你的。顾婉宁下意识的呼吸一滞，的确，自己19岁以后，无论在哪儿都被人说冷漠、高冷，没有同情心，所有人都认为她是刀枪不入的，可是很少人知道，她以前是一个心思敏感脆弱并且心地善良的小女孩，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语气不对劲的话而思索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会看见饿肚子的小猫心软的不行，即使自己也吃不饱，也会分点早餐给她，心思细腻的会无微不至的照顾别人，思虑别人的感受。那又是什么让她变成现在这样的？那中间经历了什么呢？或者说现在的冷漠也只是表面上那样罢了，她心里还是善良的，也许不如以前。真可笑，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人居然去想着拯救别人。他想起来了张月头脑风暴的时候，403指了指不远处的床，你们人类的身体太弱了，特别是你这种身体素质极其孱弱的人，在冰凉的地板上长时间坐久了是会感冒的。你现在有力气吗？顾婉宁面无表情的站起身，然后转了个圈儿，请组织安心人没有弱到没法走路，然后拿出纸擦拭着原本留在地面上的血迹，又抽了几张扔给403，你也别闲着，帮我擦。然后两人彻底将地面擦干净以后，随意的将纸团丢进了垃圾桶。顾婉宁倒在床上，开始思索自己的伤口该怎么遮掩住。谁曾想，自家系统403手跟哆啦 A 梦的口袋似的，扯出了一个药膏，那种大面积创口贴的感觉好吧？作者用过，但是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贴在了少女的伤口上。顾婉宁这下是真的有些疑惑了，怎么感觉你什么都有啊？403哼哼了2声问，对，一般的东西我这里都有，甚至还有些东西比现在市面上的还要精细。好，这下可以彻底确认是自家系统了。这个屌丝语调，除了403也没谁了。刚刚还有些怀疑，到底是哪个妖孽上了自家系统的身。两人坐在床沿边，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平时是一个小猫团模样相处是一回事，现在是一个少年模样相处又是另一回事了，很尴尬。可能以后就算403是小猫团形态，也不能好好愉快的相处了。宿主，你现在需要一个抱抱吗？顾婉宁沉默了一会，抬头有些牵强的看着他，不需要，我现在需要你变成小猫咪形态。403这下还有点失望呢，原来宿主你不喜欢我人形态啊？很难看吗？一点也不难看，就是有些不适应。这句话可是没违心，毕竟403现在的形态放在校园里面也能迷倒一大堆。403弱弱的哦了一声，然后变成一个白乎乎软糯糯的小猫猫。顾婉宁顺手接过，但是这次倒不像以前一样随便乱揉了。唉，男女有别，男女有别。以前没见过他人形态，还可以自我催眠，
现在连别人家人形态都看过了，还不得保持点儿？宿主，你为什么怪怪的？顾婉宁愣了一下，哪里？403一本正经地抬着头，看着自家宿主有些疑惑的模样说道：按照每次数据计算，你一般报道我的猫形态就会随便乱 roll 乱吸一顿，可是你现在十分不对劲，我这边检测你很僵硬。顾婉宁这下是真的觉得沉默是金了。对了，你说的平安，你能检测到他现在怎么样吗？系统倒也没有得寸进尺，一下子消失在少女的怀中，然后去寻找平安的大概状态。搜索结果那叫一个很尽人意。403看着光屏上显示的字松了口气，这下宿主可以安安心心的了。宿主，我们这里显示平安没有事，甚至很开心，像是想到了什么，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只是暂时性，具体什么的还需要宿主亲自去查看，我们这边也不一定是准的，毕竟幸运之子身边总是会有保护给点混乱的信息，也说不定。顾婉宁点了点头。第31章，你说他会不会也觉醒了什么呀？顾家大宅的清晨，顾婉宁晃晃悠悠等下了楼，感觉精神好像还有点恍惚，眉眼中含着无尽的疲惫。吃完早餐，顾温抬起头就看见少女手臂上的伤口，顿了顿。身为医生的他自然能看出少女的精神状态并不好，他用着安抚人心的声音问着少女：婉宁，你的手是怎么了？顾婉宁随意的抬了抬眸，哦了一声，他自然不吃顾温温柔这一套的，只是平静的回复：没什么。哥的。听着少女心口不一的回答，男人的嘴角抽了抽，其余的2个人自然也听见了这里边的动静。顾青竹第一个坐不住，上前有些急切的想要拉住少女的手，顾婉宁很顺溜的一个转身躲开了他的动作，皱了皱眉：我都说了我没事，不小心刮到的，你们搞什么？现在倒是知道装好人了，之前也没见对原主这么好啊。什么鬼？3人的动作齐齐僵住了，下意识的就想起了以前的种种，还得是顾于安稳得住，立马岔开了话题好了。婉宁，青竹，年年都需要去上课，顾温只好让开一条路让少女走。少女那叫一个毫不留情的直接望着门口的车走去，看着少女的背影，顾于安有些恍惚，他想起来之前顾婉宁为了那个名叫张月的女孩和他犟嘴，他自然能看出那个少女经历过什么，可是按照以往他对顾婉宁的印象，少女是不可能做出这样子的好事儿的。假如顾婉宁一直都是这样的话，那以前那些事情真的是他做的吗？403看着直直上升的好感度有些疑惑，却还是对着少女报告出来。叮咚，顾青竹好感度+2，现87，顾于安好感度+7，现48，顾温好感度+6，现好感41，顾婉宁不是哥吗？而与此同时，绿茶系统看着面板上下降的好感度也是狠狠沉默，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检测到那个系统到底用了什么技能，就感觉好像从来没有用过技能一般。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最终他还是播报出口：大哥顾于安，顾温好感度-5，现80。坐在车上的顾年年原本还维持着温柔娇俏的笑容，顿时就僵住了。司机看着顾年年要笑不笑的表情，下意识的有些愣住，这是顾年年小姐十分少有的失态。少女不愧是这么多年的演员，立刻调整好了表情，扭过头，现在也懒得维持什么人设了，只觉得特别心烦气躁。年搞什么？怎么突然就降好感度了？绿茶系统听着顾年年抱怨的声音，也觉得很无辜啊。自己也不知道，对方又没有用道具，也没有干什么的。年，怎么感觉你什么都做不了？绿茶系统莫名其妙被攻击了一番，感觉很莫名其妙。明明是自己这个宿主不给力啊，从一开始这局就说清楚了自己的用路，以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现在出现了问题，自己的宿主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挂，不是这是干嘛？真是有点给绿茶系统气到了。在车门迟迟没有进来的顾婉宁听得挑了挑眉，在司机马上就要张口的时候，一下子开了门钻了进去。顾年年保持着一贯的微笑：姐姐你来啦，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我没有拦住爸爸。少女也对他回一个微笑：对啊，毕竟狗能听懂狗的语言。嘻嘻。顾年年愣了一瞬间，就明白了顾婉宁在骂自己和顾父是狗。他有些咬牙切齿，却不能在面上显露，维持着自己一贯的小白脸人设，楚楚可怜地看着顾婉宁：姐姐你看不惯我可以骂我，但是你连着爸爸一起骂就过分了吧？父亲毕竟是……顾婉宁懒懒地倚靠在座位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困困的。没骂你，是你自己觉得你是狗。顾年年坏了，对号入座了。顾婉宁武力变强了，智商变高了，情商变高了，嘴还变得很毒。天杀的，自己的系统还比不过对方的系统。顾年年觉得自己有点一眼望不到未来，却还是有些牵强，也不想给自己找堵，没有回答少女的话了。顾婉宁只觉得这种勾心斗角真没意思，关键是对方还斗不过自己。这种勾心斗角只适用于那种没脑子的、没长嘴的、没有情商的人，不适合他这种嘴毒的。有脑子的
一招点破的人，光是语言上绝对是不破的。顾青竹坐在前座，听着两人的对话，也没有说话。按照平时他早出来为自己的好妹妹打抱不平了。顾婉宁若有所思地看着前面的顾青竹。系统，顾青竹太不对劲了，突然飙升的好感值以及转变的态度。403有点心虚的没吱声，不过也只是停顿了1秒，立刻圆回来。说不定他这叫回心转意呢。顾婉宁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家系统，还瞒着自己呢，好像从一开始这里就有什么瞒着自己，只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禁锢着自己，一层又一层，强迫自己不要去想那些东西，一点点吞噬着他的神经思绪。少女现在想这些头还是会很痛，但是根本不带怕的，因为那种疼痛根本没有以前那样，痛的站都站不稳，因为她现在是坐着的，或者说被阻拦的思绪突然回笼缓和过来，一阵阵不对劲几乎席卷了脑海，想要冲破那些禁锢，很难受。但是当她发现什么的时候，却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她说不上来。不啊，突然直线上升的好感，只是一天就变成这样。系统头脑风暴着，不是也没说这次这个宿主聪明到这个地步啊。他以为昨天那样疲惫的宿主今天没心情想这种东西，立刻化成小猫团在少女面前飞来飞去，好像想要阻断她接下来要说的话。顾婉宁可不会管，现在这么多人，她总不可能把她从天上薅下来然后抱着吧，说不定会被当成疯子呢。你说她是不是也觉醒了什么？403悬着的心终于死了。第32章顾年年的计划开始。顾青竹的心脏猛地一跳，系统只是打着马虎，然后干脆逃窜进了神识空间。不过无所谓，顾婉宁的心中大概有了一个答案。到了校门口，看着顾青竹几乎是落荒而逃的背影，思索沉默了一下，这哥们儿背后是有鬼在追吗？一到教室，顾婉宁就看见自己的同桌正冰冷地扫视着周围。谁干的？少年不怒自威的声音传来。顾婉宁大叫一个，脚底抹油，看似漫不经心，淡淡的，实则脚步加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谁那么缺德啊？把我书全撕了。其实顾婉宁也不是很在意。好吧，其实我都会，全撕了好像也没什么。沈念兰差点没绷住，但是还是维持住了自己现在严肃的模样。顾婉宁这下有些疑惑了，按照以前没有人敢这么造次，直接在自己的座位上搞，毕竟沈念兰的威严还是在，多多少少还是看不惯这种校园霸凌，会护住顾婉宁，只不过在校外就不归他管了，在班上能够保护住顾婉宁也算他仁至义尽。周围的同学都不吱声，沉默着，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少女倒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模样，笑眯眯地看着周围的人，没人承认。众所周知，顾婉宁一般这种本来不该开心的事，却笑的时候，说明她留了。她的耳边响起了顾年年的声音，年则当然没有人会承认，这次顾婉宁也只能吃这个憋屈。年，到时候我再挺身而出，让她不要再为难别人。按照她现在的性格，绝对是会骂我的。顾婉宁顿了顿，现在她终于明白了顾年年的用意。唉，不过很可惜，心机上涨啊。如果是一般人，多少得挨他这么一阴。不过遇上我，他这个计划多少是不能成功了。少年顿了顿，看着面前面无表情，实际上心里打着小算盘的顾婉宁，突然发现，现在的他真的变聪明了很多很多。之前被自己护着顾婉宁，虽然倔强不肯认栽，却是一个空有学习上的智商，没有情商的傻子。少女记得这段剧情，自然也就知道罪魁祸首是谁。顾年年指使的李安。沈念兰顿了顿，有些不可思议。两人齐齐看向那个唯唯诺诺的少年。平时李安是那个存在感最少的小透明，永远都是缩在角落，戴着一副眼镜，家境普通，是因为成绩被选拔上来的人。沈念兰明白了，的确那个人选择李安也不是没有道理，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到李安身上吧。少女平静地走向少年，由于昨晚上没睡好，所以眼中是化不开的浓墨。李安下意识地缩了缩，看着向自己走过来的少女，心中涌起一阵慌张。年，他怎么知道会是李安绿茶系统火速的指挥顾年年快去阻止顾婉宁提前进行计划？顾婉宁低着头看向李安，刚张口想要说什么，就看见顾年年好像看见了什么，一下子挡在了所有人的前面。姐姐，我知道你对我心中有怨，但是你不能这样。顾婉宁，她眼眶红红，看上去不卑不亢的样子，但是你不能随便抓住一个普通人就欺负啊。少女看着面前的人笑了，不是生气，而是无语住了。这都什么年头了，还搞倔强霸道总裁小娇妻那套呢？傻逼！顾婉宁懒懒地抬起眼，谁告诉你的我要欺负他？身为同学，我们两个有点交流，难道不是很正常吗？顾年年，别应接啊！听着少女不徐不缓的声音，顾年年下意识地后退了一下。那你向他走过来干嘛，姐姐？你……顾婉宁看着顾年年，眼角划过一滴泪，整个人突然变得特别可怜。不是容貌，
是气质，整个气质上就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让所有人都觉得受害者是他。嚯，绿茶系统开启了，周围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不过都是讨伐顾婉宁的。顾婉宁，你怎么还是这样，总是欺负年年？搞什么啊？以为他这次回来大变样，没想到还是这个鬼样子。彪，真是服了，看我们家年年多可怜啊！顾婉宁一下子放大声音，是吗？我这里倒是有一些证据，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周围不屑的声音响起，你有骗人的吧？搞什么有准儿，拿出来看看啊！真是的，为了陷害年年，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就算是真的又怎样？关我们家年年什么事？顾年年发现事情根本就向着自己预料之外走向，有些着急的抿唇，但是下一刻就看见缓缓走进来的老师，眼眸闪烁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老师看着深陷其中的顾年年和顾婉宁，下意识地敲了敲讲台。搞什么呢？不许讲话！什么事情？顾年年一下子停止抽泣，调动着系统的能力。老师没什么，就是一些我和我姐姐的私事。袁老师皱了皱眉，只觉得眼前一阵恍惚，加上自己平时对顾年年的印象还算是很好，几乎是不受控制的脱口而出。好了好了，都散了吧。顾婉宁看着顾年年有些挑衅的眼神看着自己，倒是没有什么波澜。他早就预料到了，不过也没想着现在就揭穿。毕竟当多个炸弹一起引燃的时候，爆炸力可是非同一般的。这可是顾年年亲自的送上门来，找死的！沈念兰有些迷茫的看向少女，她以为他会生气，却发现他的心里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小雀跃。顾年年马上就要下台了，马上就要少一个傻逼来打扰自我了，太不容易了。证据即将齐全，就等着顾年年下一步动作了。即使是不明白，但是他也没有深思。顾婉宁既然对这种事情很有把握，自己倒也没必要去探究。如果出岔子了，倒是可以帮一小把。这个校园的舆论也即将来临，不过这次是降临到顾年年的身上，怎么不算是一种恶有恶报呢？第33章一般不孝，除非憋不住。又是一节让人感受到昏昏欲睡的课，少女发呆发爽了。不过在第2节的时候，顾婉宁看见刘老师来到讲台上，有些欣喜的对着台下的同学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班里来了一名新同学。少女脑子狠狠打了个转，我记得原书没有这个剧情啊。妹子403也有些疑惑，是的，原书的确没有这个剧情，借宿搞什么？脚步声传来，顾婉宁微微抬眼，就看见黑发琥珀色眸子的少年走了进来。少年身形修长，身上的贵族校服硬是给他穿出了走 T 台的感觉。好吧，虽然贵族学校的校服的确是大牌，眼眸是格外的好看，像一颗琥珀在阳光下都能折射出光彩的那种。五官精致的雌雄莫辨，耳上有一个黑色的耳钉，看上去很不羁和酷。403突然开口问着顾婉宁：你看那个男生，你觉得他长得怎么样？少女很认真的总结道：帅。看了一会儿又添了一句：想长成他这样。沈念兰403文请庆一声，然后就没了下文。沈念兰看着台上的少年有些疑惑，学校他们沈家有投资，也没说这个班上会有新同学来啊。顾婉宁打量了几眼，然后就放下了目光。突然顾年年的心声又在他耳边开始环绕：年系统，你说他是文请，名字倒是挺女气的，不过长得倒是帅，家世也不错，我可以攻略一下。少女挑了挑眉，看着顾年年打量着文请的目光。顾年年想要攻略文请，哎，这个人我倒是有点耳熟。403适时的提醒自家记忆力很差的宿主，文请，文家独子，从出生起就含着金汤匙长大，这一生顺风顺水，在外永远保持着又酷又毙的形象。不过这篇文中没有说文请有没有被顾年年攻略下来，哎，顾婉宁倒是有些意外，是作者忘记填坑了吗？系统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两个人很一致的认同的这个。哦，应该说一人一桶。和403区完毕，顾婉宁终于忽略不了那灼热的视线，是文请。少年含着玩味的目光看着他，貌似对他产生了极其高的兴趣。少女默默的就想起了一句话：女人，你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403真的觉得自家宿主有些时候怪神经的，随时随地都能玩梗。唉，没办法，人生苦短，晚点的梗怎么了？顾婉宁抬头对上这个目光，没有任何畏惧和害怕。刘老师对着少年说道：转校生，来个自我介绍吧。文请缓慢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了2个字：文请，连字都带着一些张扬，却很好看。声音开口就带着钩子似的，慵懒中带着些轻冷。大家好，我叫文请。妈呀，主人级别的。底下的人已经开启了窃窃私语，是文家独子，好帅，想谈。少年几乎是下意识地看向顾婉宁，少女却没有分一个眼神给他，继续朝着窗外发呆。不对啊，平安不是说他家主人挺喜欢这挂的吗？坑他呢。403的声音响了起来，
文请初始好感度20，宿主好厉害。顾婉宁只知道自己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倒是没听出403的言外之意，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往那方面想。像这种电子机器一般都是没有感情的，他也不会自作多情。看着桌子上软趴趴的小猫，是真的看不出昨晚上那个又冷又郁的小狼狗的模样。现在系统门槛都那么高了吗？还卡颜。文请介绍完自己后，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走向了最后一排没有人坐的空位。刘老师松了一口气，只听闻这个大少爷成绩很好，样样都很好，老天爷追着喂饭的程度，只不过性情古怪，可能上一秒还笑着温柔看你，让你有一种春心萌动的感觉，下一秒的话就能让人如坠冰窟。他反正是不敢招惹，现在把这个大少爷介绍完了，倒算是度过了一关。一下课，文请桌子周围几乎被围满了人，看着周围围观的人，文请还是保持着自己一如既往的模样，修长的手敲了敲桌面，声音带着点调笑，却很冰冷。我看上去是有很多时间来回答你们这些无聊问题的人了。周围几乎是瞬间就静了声。你们该去哪儿去哪儿，别围到我周围。顾年年很适时的走上去，装成一副温柔之心的模样。好了，你们都不要围在文同学的周围了。文同学看上去不太爱和人交流，你们这样有点为难他。然后他转头有些羞涩，并且含笑的看着文请，温温柔柔的开口：文同学，你说是不是？他好像很笃定文请这样的人肯定是喜欢别人依附他的，毕竟这么强势的，再加上自己有系统的支持与辅助，他很有信心能拿下面前这个少年。眼神希冀的看着他，只可惜他猜错了。像文请这种从小锦衣玉食，周围全是阿谀奉承的人身边，从来不缺这种想要依附他的人。他仿佛才注意到面前的少女轻轻的哦了一声，然后张口说出了让顾年年感到羞辱的话：我让你说话了吗？顿了顿，仿佛是嫌还不够扎心一样，又补充了一句：你也离我远点。顾年年。顾婉宁看着这一出戏，沉默的憋起了笑。顾年年怕是这几天受到的挫折比他前几年都多吧。少女咬着牙，低头倍感屈辱的对着面前的少年：抱歉，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可以原谅我吗？他不信，自己都做到这个份上，他还要给自己下面子。可惜他面对的是文请，一款没有素质且嘴毒的少女。不原谅，离我远点。顾婉宁。噗，抱歉，他是专业的，除非实在憋不住，一般不笑。看顾年年受憋屈，真爽。作者 PS 系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后面会有一些伏笔，你们看看就明白了。第34章来自顾年年的陷害。年系统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他和之前的那些男的不一样？绿茶系统硬是被自己这个有点脑子但不多的宿主给气笑了。绿茶，像文请这种不缺爱与依附和奉承的人，怎么可能会吃你那套？顾年年瞬间有些哑口无言了。的确，他下意识的按照别的思路来攻略这个人，更何况面前这个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自然绿茶系统起到的一些效果是不足以让他高看自己的。顾婉宁津津有味的听着少女的心声，他就是记仇，就是见不得那些陷害自己的人好。之前有些人说自己自私自利，他也认了，那又如何呢？他们说他们的自己又不会少一块肉。顾婉宁自认自己经历那些心态比一般人好很多，不过也确实是这样的。顾年年这下老实了，再也不上去找气受了。顾年年，尹老师，求放过。但是还是很不甘心，一整节课都心不在焉的。老师点了一次名也就没有再管了，毕竟是顾家小公主，多少还是有惹不起在身上的。顾婉宁无聊的玩桌笔，这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就等着顾年年撞上枪口来了。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到了礼仪课。少女晃晃悠悠的到了教室，刚想着这次顾年年知道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切早就被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呢，就感觉到手突然被拉住。是顾年年，她还是一如既往的用着那张惹人怜爱的脸，声音也很细：姐姐，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误会，能不能在上课之前解决啊？顾婉宁叹了口气，用着那叫一个极为拙劣的演技对着顾年年说：不是让你别叫我姐姐了吗？你比我大，还有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顾年年，不是，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顾婉宁听见这句话只觉得好笑，自己不按套路出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顾年年原来还是没有适应自己这种长脑子的模样啊，他总觉得心里很慌，有一种自己马上就要完蛋了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淡淡的，也不怎么重视。可是现在那种恐慌到达了极点，他咬了咬唇。可是这次的任务不完成不行，只要完成了，顾婉宁所改变的一切都会回归到原点，甚至让周围的人对他的印象更加恶劣。这把自己不能输，输了自己可就真的是一败涂地了。顾婉宁发现这妹子还挺有脑子的，笑了笑，明明是很漂亮的脸，加上很美的笑容，却让人感到一阵阵心慌。好呀，那你想说什么？说吧。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在楼梯口说呢？顾年年猛地心里一惊。
系统，顾婉宁会不会发现了什么？绿茶系统现在陷入沉睡，并没法出现，都到达这个地步了，自己现在不继续进行下去也说不下去了。姐姐，我觉得在这里聊天就挺好的呀，况且你进去上了一课又没有用。我知道你在乡下待习惯了。他这些话想要让顾婉宁感到生气，到时候这些会更逼真一点。他看见了，之前顾婉宁和父亲吵架，浑身都在发抖，很明显他还是很在意这个家里的。只可惜顾年年不知道，人反反复复为一个事情生气很多次，本就是不值得的，而也许最后一次生气就是彻底的放下。顾年年看着顾婉宁，一脸你继续说啊，反正我又不在乎的表情，咬了咬牙，一下子上前抓住顾婉宁的手。这个地方是没有监控的，他早就算好了，待会儿会有大量的人涌入。声音突然放大，姐姐，我知道你讨厌我，但是这是没办法的，当时我也还小，我还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姐姐你会那么怨恨我，怨恨成这样，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姐姐本来就是乡下的习惯了。然后趁着周围的目光终于纷纷看了过来，一下子尖叫一声往后仰去。顾婉宁，我动还没动呢，这妹子替我安排好了全套。周围突然一阵兵荒马乱，大家都开始朝着顾年年的地方涌去。少女心里疯狂地呼叫着绿茶系统，可是系统迟迟没有应声。这下她是真的慌了。绿茶系统在消失前并没有告诉自己她在沉睡中，怎么会这样？不过有付出才能让顾婉宁彻彻底底的身败名裂，翻不起浪花，不是吗？也许绿茶系统在前面就为自己设定好了呢。这样想着，冷静下来以后，身上的痛彻彻底底的席卷了她，她疼得眼泪直冒。等摔到了楼梯的平台处，她感到浑身上下都很疼，特别是手那里。顾婉宁只是懒懒地依靠在墙上，若有所思地望着顾年年。周围有人立刻扶住了少女，讨伐声此起彼伏。我服了，顾婉宁你怎么这么恶毒？年年可是小提琴手啊，这手断了以后可怎么办？可不可以报警抓这个人啊？真是。顾婉宁还没有张口，就听见顾年年痛得断断续续的声音。没事的，我相信姐姐不是故意的，姐姐如果能开心我愿意的。周围看着顾年年的目光更加怜惜。顾婉宁缓慢地抬起眸，领口的一个小饰品闪着红光，她缓慢声音带着冰凉的开口说道。此时此刻的顾家大宅，顾温莫名其妙的就来到了顾婉宁的房间，里面此时空无一人。以前顾婉宁无时无刻都欢迎着他们这三个哥哥进来，所以她现在也自然的认为是这样的。少女现在也没有对自己发出什么跟大哥和三弟一样的骂声，她很理所当然的认为着自己是不同的。要是顾婉宁知道了，铁定想给她一巴掌。因为无论怎么说，乱闯进别人的房间就是不对。他最讨厌这种没有经过别人同意就随便乱看别人隐私的人。他眼神缓慢一瞥，就看见了垃圾桶中带着血迹的纸团，心头猛地一颤，一个不好的猜测和画面缓缓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